在家族仪式中选中了家主之剑。他的杀神姐姐为了让他成为世界最强，不惜代价给他送来了不死鸟的心脏，而他本该成为史上最强的魔剑士，可却遭到了歹人妒忌，在体内种下诅咒，禁锢天赋，沦为废人。而废人在伦凯德家族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被家族赶出家门。伦凯德家族是主宰着半个世界的剑术名门世家，其族人以绝对的武力站在世界顶峰，没有剑术天赋之人根本无法在弱肉强食的伦凯德家族生存。然而在一次机缘巧合中，吉恩意外觉醒了被家族视为禁忌的魔法天赋。在一次魔法实验中，魔力突然暴走，滔天的黑色魔力瞬间将他吞噬，让他陷入了无尽的虚无之中。就在吉恩惊慌失措时，身后浮现出一道巨大的身影，待他定睛一看，一个浑身充斥着恐怖气息的存在正凝视着他。只见他伸出大手将吉恩缓缓抬起，我是影之神索尔德雷，世间所有影子的主宰，吾想与你签订契约，你将能使用影器，并且对所有诅咒免疫。索尔德雷话音刚落，就发现吉恩的体内竟然存在一道诅咒，名为刃具的迷途，就是他禁锢了你的剑术天赋。不过也许正因如此，我才会被你吸引。只见索尔德雷轻打了一声响指，吉恩身上的诅咒瞬间破碎，从今往后所有诅咒将对你无效，而你将成为一名举世无双的魔剑师，我对你充满期待啊！说罢，索尔德雷化为阵阵黑雾渐渐消散，吉恩再次回到房间之中。为了验证刚刚发生的不是幻觉，他一把抓起长剑冲出房间。只见他抽出长剑横斩而出，霎时间剑身光辉荡漾，发出阵阵轻盈，手中长剑如同化成他身体的一部分，每次舞动剑技都在不断迈入新的境界。紧接着他将魔法覆盖于长剑之上，长剑瞬间爆发出骇人之势，雷光流转间空间震荡，那个伦凯德家族第一废材将不复存在，接下来就是他的复仇时刻。然而就在此时，四周的山体竟承受不住剑气的余波，伴随着一声巨响轰然倒塌，将吉恩掩埋在了乱石之下。刚觉醒天赋还没来得及使用，竟然死在了自己的攻击之下。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事了。怀揣着满心的不甘，吉恩无力地闭上了双眼。可当他再次睁开眼时，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他竟然重生回到了家族选择仪式的时候。望着那决定命运的家主之剑，吉恩缓缓向前爬去。前世他触碰这把剑纯属偶然，而今生这却是他自己的选择。在周围人惊骇的目光中，吉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家主之剑。闻此，他的父亲下令将他送到飓风城学习。一转眼，吉恩已经在此学习了6年。按照家规，未满10岁的孩子都不允许离开飓风城。这天，他的房间突然被丢进来一只死鸽子，而能做出这种事情的只有那2人。只见他的2个哥哥出现在他的房间，在前世2人就以欺辱吉恩为乐，后来更是成为了臭名远扬的杀人狂魔。而现在为了欺负吉恩，虐杀无辜的小鸟，2人看着沉默不语的吉恩，还以为他被吓傻，于是便更加得意地放声嘲笑起来。紧接着海伊托内向吉恩挥去拳头，不曾想却被吉恩一把接住。海伊托那一脸的难以置信，只见吉恩杀气凌然地看着海伊托那，手中流露出诡异的力量挡下他的拳头，反手一拳将海伊托那打懵，瞬间来到他的背后，接着拳头上凝聚影气，反手一拳将戴伊托那打飞出去。这一世我不会再对你们有任何容忍。就在吉恩散去影气之前，飓风城的守护骑士卡恩听到动静赶了过来，看到吉恩手中的黑气和昏迷的2兄弟，询问这是什么情况。吉恩撇过头，满脸杀气的强势说道：“他们2个互殴自己倒下了。”卡恩虽说不相信，但也不敢反驳。正当他准备将2兄弟带去医务室时，吉恩却让他带着2个哥哥跟他出去，将他俩随便丢在大雨中后，便不顾卡恩的劝阻，转身离开。卡恩回想吉恩当时手上的能量更像是魔力，在以剑术闻名的伦凯德家族，魔力被家族视为禁忌，因为有了魔力的阻碍，剑术将难以达到绝巅之境。而吉恩又是下一任家主，他必须向现任家主禀报此事。卡恩顾不上滂沱大雨，骑上马立即奔赴前线。而吉恩透过窗户看着卡恩离去，却并没有阻止。这一世多亏了索尔德雷的契约，自己没有被诅咒禁锢天赋，这一世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震惊。男孩觉醒了主宰万物的影气之力，可却被家族错当成魔力，要将其抹杀。只因魔力被家族视为禁忌。伦凯德家族是主宰半个世界的剑术名门，其族人以绝对的武力站在世界顶峰。如果有了魔力的阻碍，剑术将难以达到绝巅之境。而吉恩更是下一任家主继承人，因此当他展现出一丝魔法的力量时，前线的父亲立即召集了家族的先锋骑士团，浩浩荡荡地直奔飓风城。他要亲自确认吉恩是否真的使用了魔法，还有他能否成为家族未来助理，带领家族更加的繁荣昌盛。随后他将海胆兄弟2人唤到身前，可开口第一句话却让兄弟2人感到不解：“你觉得你们错在哪了？”兄弟2人对视一眼反驳道：“我们没有错，是吉恩使用了一种未知的力量打了我们，而且像是家族禁用的魔法力量。”2人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可父亲听到回答后却一脸阴沉，显然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随即语重心长地对在场所有子女教诲道：“请你们记住，如果以这种态度，那就无法在伦凯德家族生存，让吉恩来见我。”
父亲乃是当今最强之人，可在到达半神境界后，他就失去了人类的情感，成为眼里只有家族兴旺的无情之人。而前世那个没有剑术天赋的吉恩，对他来说如同一个透明人，而现在不同了，今生他不会让任何人无视他。在一众强大先锋骑士的注视中，吉恩郑重地单膝跪地，参见家主。闻言，父亲略感惊讶：“你为何叫我家主而不是父亲？”对此，吉恩给出了答案：“今天有着100多名家族成员到来，因此我认为您是以家主身份到访，才称您为家主。”父亲对吉恩的回答感到很满意。不过我今天是出于个人原因前来，你还是叫我父亲吧。我把问过哥哥们的问题再问你一遍，在与你的争斗中，他们做错了什么？闻此，吉恩握紧了手中拳头，只见他目光坚毅说道：“他们错在没有报复我。作为伦凯德的家族一员，不论恩怨，睚眦必报。”一旁的七姐玛丽听闻后邪魅一笑，显然吉恩的回答深得她心。而父亲听到吉恩的话后，却陷入了沉默。他当即让其他人全部退下。此话一出，骑士们一阵哗然。难道小少爷通过家主大人的考验了吗？就连七姐玛丽也对吉恩刮目相看。我这个小弟弟还挺不错的嘛。片刻后，大殿里只剩下了2人。父亲质问起吉恩所使用的究竟是何力量。吉恩虽然不清楚索尔德雷的力量属于何物，他既不是正气也不是魔法，但是经过几年的研究，他笃定这不属于魔法。只见他伸出手掌汇集能量，一团影气跃然出现在他手心。请您为这股力量取一个名字吧。父亲见状瞳孔一缩，这居然是初代家主曾拥有过的力量——影气。父亲内心震惊的难以置信，吉恩不仅选择了家主之剑，同时还拥有了影气，难道他真的会成为下人家主吗？男孩在抓阄时选中了家主之剑，并且觉醒了主宰万物的影气之力。他的杀神姐姐为了让他变得更强，更是直接送来了不死鸟的心脏。而在此时，父亲正难以置信看着吉恩手中的力量，那居然是初代家主曾拥有过的影气。影之神索尔德雷曾与初代家主签订契约，可自从初代家主逝世后，就再也没有在伦凯德家族出现过。没想到索尔德雷大人居然通过你再次回到家族。闻此，吉恩好奇问道：“那位索尔德雷大人比您还要强吗？”父亲思索一番后沉声道：“与神决斗吗？我没有与神较量过，所以不知道答案。”但父亲的言语中流露出一股睥睨万物的自信，想要以凡人之躯对抗神明吗？真不愧是当世最强者的霸气。这时，父亲突然伸出手抚摸吉恩的脑袋：“你的表现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啊！今天来见你真是来对了。你要如何使用影气这股力量？”吉恩将手放于心脏处，郑重宣誓：“我想让他为家族所用。”父亲听到回答后神情一愣，随即又放肆大笑。他直接看穿了吉恩的谎言：“以你对2个哥哥狠辣的做法，要谈何为家族所用？告诉我你真实的想法。”眼见无法骗过父亲，吉恩沉思片刻后缓缓开口：“我想让他为我所用。”闻此，父亲陷入了沉默。片刻后，他说出的话却让吉恩眼前一亮：“这个回答我很满意，那么就让我拭目以待吧。”随后便径直离开了房间。房门关上的一瞬间，吉恩那高度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父亲强大的气场并不能让他如表面那般轻松，可他此时却为通过考验感到异常兴奋。往后他不仅可以正大光明地使用影气，同时还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前世的他活得如同一个透明人，而今生吉恩伦凯德的名号将会响彻整个世界。玛丽姐在离去前给予了吉恩一个礼物，并叮嘱他一定要吃光，然后赶快变得更强。而吉恩在打开后感到十分震惊，这居然是不死鸟的心脏。感受到其中流露出的汹涌力量，他不禁捏了一把冷汗。玛丽姐可真是个疯子，竟然把这个送给一个7岁的孩子，这可是能让6阶魔法师为之疯狂的秘药，不仅能增加抗火性，促进成长，而且还是能召唤出不死鸟的必要条件。玛丽乃是家族的6星先锋骑士，被冠以狂风玛丽的名号。此外，她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外号——南部大陆的疯女人。如此痴迷战斗的人，居然送给她那么珍贵的东西，看来她只有一个理由：为了让吉恩快速变强，早日成为他的对手，吉恩当晚就让女仆将心脏做成汤羹。可就在他准备享用时，身后却多出来2个流着口水的影子。2人厚着脸皮想要分一杯羹。吉恩答应兄弟2人，只要帮他办一件事，他就把汤羹分给他们。而吉恩让他们做的事情，居然是去挖隧道。而隧道尽头的神秘空间内沉睡着一道身影，周身散发出强大妖异的气息，犹如一头蛰伏中的荒古凶兽。他本是至高无上的暗影龙王，可如今却奉一个7岁男孩为主，只因男孩得到了最强影神的赐福，拥有了主宰万物的影气之力。而当他能同时掌控影神和龙王的力量时，究竟能成为何等恐怖的存在？就在海胆兄弟挖完隧道回到房间后，满怀期待吉恩答应他们的汤羹，然而吉恩只留给了他们1人1手。满头黑线的兄弟2人敢怒不敢言，只能咬牙切齿的道了句谢谢。随后，吉恩来到了隧道的尽头，而墙的后面就是伦凯德家族的秘密书库。只见他抬手间释放出魔力，澎湃的魔力瞬间在手中凝聚，猛地向前一推，狂暴的魔力顿时倾泻而出，墙壁随着一声巨响化成肌肤。吉恩兴奋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一道充斥着古老气息的大门出现。只见他对着大门恭敬地念出咒语：“伦凯德家族之子前来慰问乌拉凯。”在一阵震动中，大门缓缓打开，这里收藏着几千年来被伦凯德灭掉的家族秘传，只有伦凯德家族的先锋才有资格进入这里。当吉恩走进去后，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尊容器，其中封印着一道身影，妖异的黑色魔力缭绕在周身，脸上竟然还长有细小的鳞片。难道眼前的男人不是人类？
回想起刚刚的开门咒语，吉恩瞬间反应过来，这正是家族的守护者黑龙乌拉凯。听闻黑龙乌拉凯被初代家主打败后便陷入了沉睡，没想到传说竟是真的。不过他现在没时间思考这些，秘传书籍对他来说更重要。可就在他转身的刹那间，身后的乌拉凯微不可见的动了一下。就在吉恩准备抄录秘传回去研究时，一道脚步声突然从门外传来，他立马紧张地站起身来。正当他忐忑地探出脑袋观望时，一道漆黑的人影突然出现在门外，居然是黑龙乌拉凯。大惊失色的吉恩大脑飞速运转，这是伦凯德家族的守护龙，只要我对他恭敬有礼，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伦凯德家族之子参见家族守护者。然而黑龙乌拉凯听到后却面色阴沉，愤怒地破口大骂起来：什么守护者？谁让你们擅自把我当守护者的？该死的伦凯德家族！在一顿发泄之后，乌拉凯郁闷地蹲在地上，难得闻到一股好闻的味道才醒过来，怎么只有一个小屁孩？这时他突然抬起头盯着吉恩，紧接着又凑到吉恩身上疯狂嗅动鼻子，你身上怎么有隐气的味道？闻言，吉恩心中浮现一个大胆的猜测，黑龙之所以苏醒，难道是因为我的隐气？乌拉凯大人，您说的是这个吗？只见一团黑色能量骤然出现，可黑龙见状却整个人石化在地。索尔德雷，你是认真的吗？你与我约定的千年契约者居然是这种小屁孩？乌拉凯露出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我与索尔德雷有一个约定，按照约定，今后与我并肩作战的人就是你了。现在正式跟你自我介绍一下。刹那间，一股恐怖的魔力冲天而起，暗黑色的能量覆盖其手臂，化作利爪。无视索尔德雷的代理人，亦是好友，同时是世界初始最后一名暗影后裔。按照千年之约，从今天开始，吾将与你并肩作战。在吉恩震惊的目光中，一尊无比庞大的魔龙震撼登场。说出你的姓名吧，索尔德雷的契约者。吉恩微微一笑，压住心中的狂喜。我叫吉恩伦凯德，是伦凯德家族中最小的孩子。而当一人一龙拳头相碰的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男孩得到了暗影君王的赐福，觉醒了主宰万物的隐气之力，如今更是与太古龙王签订契约。当他能同时掌控两股力量时，究竟能成为何等恐怖的存在？而此时吉恩仍不敢相信，黑龙乌拉凯是千年前的最强霸主，在漫长的岁月中主宰着这片大地，但在与伦凯德初代家主的战斗中落败，于是便在让出了这片领域后陷入了沉睡。按乌拉凯所言，他和初代家主并不是敌人，而是他的守护龙，也是他的好友。神的契约者身边通常有一条守护龙相伴，可多少年来无人知晓初代的守护龙是何存在。如果说是乌拉凯一直在沉睡就说得通了，而现在他成为了吉恩的守护龙。在相处的这几个月中，吉恩尽可能想多了解乌拉凯，但是目前为止吉恩只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特别喜欢吃草莓派。而吉恩十分好奇，相比史上最强者的初代家主，他目前处于什么水平？黑龙略微思索后沉声道：你跟他一样有天赋，但是还比不上他。吉恩闻言瞳孔一缩，难道我永远无法成为初代家主那样的强者吗？闻此，乌拉凯看出了吉恩的沮丧，一把摸上了他的脑袋，鼓励道：你现在还小，只要坚持不懈的训练，就能变得跟他一样强大，说不定你还能超越他。因为暗影君王的力量是无限的，而身为契约者的你力量也同样是无限的，所以打起精神来吧。我教你一种新技能隐气释放，但首先你得能熟练使用魔力释放和魔力移动，这个过程大概要个2-3年。在此之前我也没法教你隐气释放。可下一秒，一团魔力骤然出现在吉恩手中，这一幕顿时把乌拉凯吓得一激灵。可吉恩紧接着又用出了魔力移动，乌拉凯此时一脸的难以置信，这只有天才中的天才能够做到啊！于是当即给吉恩演示起了隐气释放。只见漫天隐气瞬间席卷这片空间，万物的影子皆在其掌控之下，这让吉恩感到极为震撼。他感受到了这些影子中蕴含的恐怖力量。在之后的2年半里，吉恩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很快就迎来了他的9岁生日。而另一边的魔兽森林内，满地的凶兽残躯以及那染满鲜血的18米大刀，无不彰显着眼前女人实力的凶残强大。可他此时却面露柔情，向部下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觉得9岁的孩子一般会喜欢什么礼物？一条让无数人为之疯狂的项链，女人竟毫不犹豫送给了9岁的弟弟。他是伦凯德家族的9星骑士，更是年轻一辈中的最强之人。可他却退出了伦凯德家族肮脏的王位争夺战，就跟他的外号白鲸一般，如同一头特立独行的白鲸。因此，露娜姐从未关注过其他的兄弟姐妹，就连前世2人也形同陌路。可让吉恩意想不到的是，露娜姐竟然不远万里赶来为他庆生，这让他不得不怀疑他的目的。难道是自己偷进书库被发现了？而露娜姐见到吉恩第一件事，居然是宠溺抚摸他的脑袋，顿时让他紧张的不知所措。见吉恩脸色不对，他急忙询问吉恩是不是生病了。可一瞬间，露娜姐就醒悟了过来。伦凯德家族的兄弟姐妹互相勾心斗角，难道吉恩以为我是来牵制他的吗？他低下脑袋向吉恩道歉，是我考虑不周了。你虽然还小，但我忘了你也是伦凯德家族成员。这时，露娜姐让其他人先退下，她想跟吉恩单独聊聊。原来她这次前来是为了提醒吉恩，吉恩上次在父亲面前优异的表现，引起了所有兄弟姐妹的关注。也就是说，当他离开飓风城时，他们就会对吉恩进行打压。他不希望吉恩陷入肮脏的家族之争，而失去属于自己的幸福。闻此，吉恩内心被深深触动。没想到露娜姐竟只是为了给自己提个醒，可为何前世她对我冷眼旁观呢？难道是觉得我对其他人构不成威胁吗？不过，吉恩表示并不打算放弃家族争斗，因为他已经遭到过一次暗杀了，所以他更加不能退却。而当露娜听闻此话后，浑身杀意近乎化成实质爆发。居然有人想把你扼杀在飓风城中！他一把抓住了吉恩，迫切的想要知道那个人是谁。
可吉恩却表示不能告诉他，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今天也让他知道了一件事，并不是所有的兄妹们都讨厌他的。闻言，露娜姐将吉恩温柔地揽入怀中，对不起。我的弟弟让你陷入了肮脏的家族斗争之中。接着，他从怀中掏出一件吊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吉恩，并嘱咐他遇到危险时就打碎吊坠上的蓝宝石，无论在哪里他都会立刻出现在吉恩身边。在跟露娜姐告别后，吉恩再度来到了书库，可乌拉凯看到吉恩脖子上的吊坠后，竟然吓得一屁股摔倒在地上。原来这枚吊坠是魔兽之王奥尔加的东西，曾经让无数人不惜拼上性命也想得到的神器，不仅能抵挡5星以下的魔法攻击，还能强化持有者的力量，而且还有召唤功能。乌拉凯好奇询问，是不是刚才那个气息十分强大的人送给他的？他应该感知到了我的气息。听闻此话，吉恩瞬间大吃一惊，不由担心露娜姐会不会告诉家族其他人。乌拉尔无语说道：“他连这种珍贵的礼物都能送给你，如此疼爱你的他又怎会去告状把你逼上绝路呢？你的姐姐十分值得信任，无论吉恩将来做出什么选择，他都会无条件支持他。”曾经最强魔剑双修的伦凯德家族，如今却抛弃魔法追求剑术的绝巅，这也导致了伦凯德家族的没落。而作为1000年来唯一觉醒影气之人，吉恩能否复刻初代家主的辉煌，带领家族重返巅峰？就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吉恩迎来了离开飓风城的日子。而在飓风城的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得到了父亲的认可，玛丽姐给予的不死鸟心脏，还有露娜姐的关爱，以及与暗影龙王乌拉凯的契约，这是他前世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他要为离开飓风城前往本家做准备。吉恩叮嘱女仆将自己抄录的书籍装好后，便前往书库寻找乌拉凯，提醒他明日一同离开。正当吉恩疑惑他要怎么跟上来时，乌拉凯却一脸自信表示，他可是传说中的黑龙，虽然现在还比较虚弱，但这点小事可难不倒他。然而吉恩闻言一惊，虚弱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乌拉凯摆摆手表示，你不会真以为我沉睡1000年一点事都没有吧？不过你放心，作为你的守护龙，只要你变强，我的力量就能跟着恢复，所以你要尽快成为初代家主那样强大的魔剑师。伦凯德家族原本是魔剑师家族，而初代家主更是史上最强魔剑师，只不过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现在的伦凯德家族反而将魔法视为禁忌，其实不过是因为1000年前的那个耻辱的盟约。接着乌拉凯表示也会在书库中留下幻影，不会暴露他离开的事实。闻言吉恩也放下心来，拿出了准备好的草莓派和红酒交给乌拉凯，叮嘱他不要喝醉了留下什么奇怪的幻影。乌拉凯激动的哈喇子都流了一地，信誓旦旦保证不会有问题。第二天，吉恩在2名家族骑士的护卫下，向着本家的剑之庭院出发。本以为相安无事的旅途，马车却突然一阵剧烈的摇晃，只听守卫大喊有敌袭，并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出来，说着就追了出去。可听闻此话的吉恩却心头一震，他急忙拉着吉利就要逃离马车，因为伦凯德家族的守护骑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将家族的孩子丢在一边，也就是说2人必须留下一个守在他的身边，所以那2个人要么是别人假扮的，要么就是叛徒。马车里可能还藏有什么装置，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听到吉恩的解释，吉利顿时醒悟过来，只见他目光凛然，双手一挥，猛然伸出一对金刚狼爪。从现在开始，他将赌上性命来保护吉恩。平日里温柔体贴的如母，竟然是隐藏的7星高阶武者。而在生死险境之中，吉恩竟然疯狂地说出令所有人噤若寒蝉的话。在察觉到守护骑士是敌人假扮后，吉利抱起吉恩，身形暴起，以极快的速度向丛林深处逃亡。可吉恩却让吉利带他去找那2名骑士，如果那2名骑士是敌军，那么与之交战在一起的就一定是我们的友军。而当他们赶到时，果然看到了真正的守护者，分别是米特尔的尤塔魔法家族和黑王佣兵团。在见到吉恩还活着后，佣兵团长立刻闪身来到吉恩身前保卫，这也彻底断绝了2名冒牌骑士的刺杀念头，一瞬间就被守卫们团团围住。吉利声嘶质问他们的目的和幕后主使是谁，怎料男人却不屑一顾，大声嘲笑，不过是一群伦凯德家族的走狗罢了。见此情形，吉恩眼中流露出冰冷的杀意，先杀掉1人，再将另一个人的手臂斩断带到我面前，遵命。只见吉利瞬间暴起，犹如炮弹般激射而出，携带无穷杀意直奔眼前男人，仅一个照面间就挥出7749刀，当场夺去了男人的性命。一旁的同伙见此情形，立刻奋起反击，可吉利却以极快的速度挥出一肘，下一秒男人的手臂就被斩断，仅是在几个呼吸间，2人就一死一伤。接着吉利犹如拖着死狗一般来到吉恩面前，而他们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想要成为伦凯德家族乳母，最低也要达到7星武者的实力，而想要暗杀伦凯德家族的孩子，至少也要派出3名8星骑士。此时的男人仍旧不甘心的叫嚣，少得意忘形了，伦凯德家族的时代马上要结束。怎料吉恩却语出惊人，你所说的正是我所期盼的，因为我想要的不是伦凯德家族的时代，而是属于吉恩伦凯德的时代。闻此，男人脸上青筋暴起，随后放声大喊，为了伟大的吉普尔家族。听到这个名字，吉恩目光一凛，吉普尔家族是主宰另一半世界的魔法名门世家，与追求剑术巅峰的伦凯德家族不同，吉普尔家族追求的是极致的魔法巅峰。1000年前初代家主逝世之后，他们强迫伦凯德家族签订了禁止使用魔法的屈辱盟约，并且将所有人的魔力都封印了起来。对于伦凯德家族来说，吉普尔家族就是1000年的宿敌，而这2人正是吉普尔家族的追随者。不过今天的事情不符合吉普尔家族的一贯作风，应该是这些追随者自作主张谋划的。不过让吉恩感到奇怪的是，就算假扮的再完美，也很难骗过7星武者的眼睛。难道那个家伙也参与了吗？
10岁男孩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竟令强大的9星武者都惶恐不安，更是让手下谨言慎行。只因男孩是世界最强的伦凯德家族继承人，年仅10岁，不仅遇事从容不迫，并且气场强大，更重要的是，他刚才话里流露出的野心，创造一个只属于吉恩·伦凯德的时代，这让佣兵团长不由得暗自心惊。而吉恩表示，多亏了他们才能顺利脱险，等到了本家后，报酬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随后，一行人再次踏上了旅途。此时，吉利还在为自己让吉恩陷入险地而自责，而这些全被吉恩看在眼里。前世因为他的平庸无能，吉利连带受了不少委屈，甚至是被一同赶出家门。可他至此仍没有放弃吉恩，并且还向他鞠躬致歉，是他没照顾好吉恩。吉恩本不想对如此善良的吉利说狠话，但是现在与前世不同了，他要彻底颠覆前世的一切，吉利也必须变得刚强起来。于是对着还在自责的吉利大声呵斥：“不要自责，这是我的命令。虽然你是我的乳母，但现在你作为我唯一的守护骑士，如果总是那么优柔寡断，该如何保护好我？所以别让我再重复相同的话。”闻此，吉利顿时也是明白了吉恩的用意，便决定打起精神，不能再拖累少爷。不久后，他们来到一处旅馆休息。来到房间后，疲惫的吉恩倒头就睡。第二天清晨，吉恩被一阵猫叫吵醒。他转头看向窗外，一只黑猫正趴在窗户上，用藐视的眼神盯着他。吉恩突然意识到，难不成他就是黑龙乌拉凯？想到这，吉恩顿时笑出声。原来他所谓的方法就是变成一只猫。闻言，乌拉凯一阵恼羞成怒。随后，吉恩打开窗户将他放了进来。接着，黑猫在咬牙切齿中开始变身。下一秒，黑猫瞬间变成了乌拉凯，气呼呼的想要跟吉恩算账，他却突然被凸起的地板绊倒。哐当一声撞上窗台来了个亲密接触，巨大的声响一下子引来吉利的破门而入。见到房间里竟然有一名陌生人，他当即将乌拉凯认成了刺客，直接祭出了金刚狼爪，蓝色魔力瞬间迸发而出，一把将乌拉凯摁在地上，就要把他碎尸万段。吉恩见状连忙拉住吉利，可乌拉凯在听到吉利的名字后瞬间来了精神，连脑瓜子的疼痛都顾不上了，迅速摆出一个自认为迷人的骚包姿势，伸出手掌温柔地对着吉利说了句：“终于见到你了，我的草莓派。”见此情景，吉恩满头黑线，事态已经控制不住地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他本是1000年前最强的暗影龙王，可如今却无法自拔地爱上一名女仆。吉恩在制止吉利后，无奈地做起介绍，这是伦凯德家族的守护者黑龙乌拉凯。而当他向乌拉凯介绍吉利时，乌拉凯却嘿嘿一笑：“我知道，他就是我真爱的草莓派。”吉利疑惑乌拉凯为何称呼他为草莓派，但下一刻他就反应了过来，原来他每天给吉恩做的草莓派都被乌拉凯吃了。随后，吉恩将自身一系列情况告知吉利，得知了吉恩不仅受到了暗影君王的祝福，同时还拥有着魔法天赋，并且还有一条守护神龙。身为吉恩的乳母，她也感到十分高兴。可在得知刚才的声响是乌拉凯摔了个狗吃屎后，刚才的尊敬瞬间所剩无几。少爷，这个人的话真的可信吗？应该吧。次日，二人平安到达了米特尔移动关口，并对佣兵团众人表示感谢。在出示了伦凯德家族的身份证明后，他们被邀请到了贵宾厅。2个半小时后就能进行传送，瞬间到达家族。刚到贵宾厅坐下，乌拉凯就从吉恩身上跳了下来，不要脸的趴在吉利的腿上做起美梦。这时又有人走进房间，在看到来人身上的图腾后，吉恩目光一凝，居然是伦凯德家族的死对头吉普尔家族。白发少年径直来到吉恩对面坐下，一脸高傲的嘲讽道：“竟然在这里遇到了讨厌的人。”吉恩却觉得眼前的少年有点眼熟，这时变成黑猫的乌拉凯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便伸出手掌挑逗，怎料乌拉凯当场凶狠地给了他一爪子。随行的2名侍卫见状立马就要拔剑，却被他制止下来。少年不由暗道，没想到面对我的挑衅，这个伦凯德家族的小少爷竟能如此沉稳。他站起身来到吉恩身前：“我叫贝拉丁，对先前的无礼行为正式向你道歉。”听到这个名字，吉恩当即想起他的身份，在前世他是一位天才魔法师，同时也是吉普尔的下任家主继承人。对于前世的吉恩来说，他是遥不可及的存在。没想到今生2人竟能在年幼的时候相遇，并且同为各自家族的继承人。吉恩一把推开乌拉凯，轻笑道：“虽然你刚才是在开玩笑，但如果那2个家伙真的拔出了剑，那么接下来的旅途你将失去2名侍从，并且你还会失去2根手指。”贝拉丁不相信地笑着摆摆手：“你这玩笑也太吓人了。”然而吉恩却面色阴沉：“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贝拉丁感觉一股冰冷的寒意自背后升起，可他还是强装镇定：“不要动不动地砍吉普尔族人的手指，否则会让2个家族很头疼的。”对此，吉恩戏谑地讥讽道：“你觉得他们会因为小孩子之间的打闹而发动家族间的战争吗？”此话一出，贝拉丁陷入了沉默。可下一刻他又放声大笑：“今天倒是跟你学到了一招，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吉恩随即表示：“不用以后了，就现在吧。我希望你能保持安静，别打扰我休息。”闻言，贝拉丁瞬间绷不住了，只能躲在一旁偷偷观察吉恩。这家伙再过几年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吧？如果2个家族不是敌对关系，我都想跟他做朋友了。然而吉恩却深感无奈，这家伙是中邪了吗？手指差点被砍了还这么兴奋。2个半小时后，广播里传来声音：“瞬间移动即将开始。”与此同时，一股庞大的蓝色魔力笼罩整个房间。此时贝拉丁却突然站起身来：“吉恩·伦凯德，我们后会有期，算了吧，别再见了。”随后吉恩到达了本次的目的地，而管家彼得罗早已在此等候。路途奔波，您辛苦了，欢迎您来到伦凯德家族的本家，剑之庭园。伦
凯德家族是主宰着半个世界的剑术名门，而剑之庭园作为家族的荣耀象征，只有为家族做出巨大贡献，才能在其中留下佩剑。吉恩曾经的愿望也同样如此，可前世的他在剑术上毫无天赋，甚至幻想着只要努力也许能成功，可残忍的现实最终无情将其打碎。而今生，他决心一定要彻底颠覆前世的一切。随后，吉恩来到父亲、母亲以及众多的兄弟姐妹身前，而趴在吉恩肩膀的乌拉凯十分显眼。父亲似乎察觉到了他的不一般，这是你捡来的猫吗？可吉恩却纠正了父亲的话，不，它是我获得的。吉恩明确且大胆的回答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因为在伦凯德家族得到任何东西时，都应该展示出强势的态度。母亲将乌拉凯抱入怀中，询问吉恩这只猫叫什么名字，它叫纳比伦凯德。吉恩的回答瞬间让一旁的兄妹们炸开了锅，竟然给卑贱的动物冠上伦凯德的姓氏。父亲示意众人安静下来，质问吉恩为什么要这么做。吉恩一脸认真回答，因为这是我收养的第一只猫，我会对它负起责任，所以我认为它的名字必须有意义。父亲听到吉恩的回答感到有趣，不过你清楚伦凯德这个姓氏的意义吗？吉恩挺直腰板，信誓旦旦表示，我明白，如果有人想伤害那人，我必须亲手让那人付出代价。父亲伸手指向吉恩身后的兄弟们，看看你兄妹们咬牙切齿的模样，看来你很会树敌吗？可吉恩对此却毫不在乎，脸上露出自信，确实如此，不过我也是很会杀敌的。父亲闻言咧嘴一笑，你们听到了吗？如果不想被强势的吉恩踩在脚下的话，那就得打起精神来了。转眼过去4年，吉恩此时已经是一名2星骑士。在结束上午的训练后，到了午饭时间，教官希望他能跟少爷们一起，吉恩却摆手表示不想在饭桌上也要跟他们较劲。片刻之后，贝洛普给吉恩带来了午饭。他是伦凯德家族守护骑士的训练生，在上一世，他在下一次的训练中被淘汰并被逐出这里，之后又加入了另一个叫哈伊兰的剑术名门，接着又成为了比曼特帝国的走狗，最终变成了一个残忍的屠杀者。可能是在贝洛普身上看到跟自己相似的影子，吉恩决定帮助他在下次训练中留下来，因为活得不幸悲惨死去的人生经历一次就够了。而吉恩的实力目前影气达到了2星，魔力4星，剑术2星，照这个速度，2年内他的剑术就能达到3星。不过在那之前，他得先撑过露娜姐的魔鬼训练。剑术名门最强天才的训练到底有多变态？不仅要接受9星战神姐姐每天的魔鬼训练，甚至要在2星骑士开启7星骑士才能领悟的心眼。而吉恩出色的表现也称得上伦凯德史上第一天才，他所展现出的专注力和耐力都远超2星骑士的水平。照这个进度，几年内或许就能领悟心眼。在经过2个半月的训练后，迎来了守护骑士考核的日子，这同时也是吉恩验证实力的机会。只要吉恩在这次考核中能够连续打败前10名，明年就能进入终极训练班。这时吉恩注意到了贝洛普的状态，虽然他会帮助贝洛普不被逐出这里，但是也希望他能够自信起来。随后考核开始，在经过一阵激烈的角逐后，实力最强的前10人诞生了，而他们将逐一与吉恩进行对战。而吉恩的最高连胜记录是8人，只要今天再多战胜2个人就行了。而他最需要注意的对手是10人中实力最强劲的精英骑士美莎，她是吉恩这次考核的关键。只见美莎身形暴起，凌厉的一剑直奔吉恩面门，感受到剑身传来的力量，吉恩暗自心惊，他比上次更强了，不过还没强到我无法战胜的程度。但目前的问题是，在击败美莎后，他还要击败8名对手，所以他得尽可能保留体力。只见吉恩的攻击如同疾风骤雨般连绵不绝，每次都使用相同的招式，这让美莎察觉到了不对劲。少爷的剑技明明一直都很多变，为何现在要这么做？但任凭他如何猜测，也想不到吉恩的意图。可下一瞬，脑海中浮现一个难以置信的念头：难道他是觉得我一定会输，所以不需要全力以赴？真是被小瞧了呀！这也激起美莎不服输的斗志。放马过来吧，少爷！随即2人再次展开激烈的碰撞，美莎高举木剑一跃而起，朝着吉恩迎面劈下，2剑交锋发出巨大的声响。怎料美莎手中木剑竟被吉恩拦腰斩断，她难以置信看着手中断裂的木剑，紧接着吉恩的剑尖便抵在了美莎的咽喉，宣告了这次战斗的胜利。而当看到吉恩的木剑时，美莎突然醒悟过来，原来是吉恩每次攻击都落在了同一点上，因此他的木剑才会断裂。但这需要无与伦比的执着与精准，这就是伦凯德有史以来的最强天才吗？随后，在目睹了吉恩以压倒性的实力击败美莎后，剩余的8人心中压力倍增，而这正是吉恩一开始的计策，让他们认为正面交锋无法打败他，从而畏手畏脚。就这样，吉恩成功击败了10名对手。可这时吉恩却将目光放到贝洛普身上，只见他再次拿起木剑，接着他扬起长剑指向人群。贝洛普休米兹，以你现在的样子是无法在伦凯德家族生存下去，出来与我一战吧，我会将你彻底击垮。昔日情同手足的同窗好友，如今竟然冷酷无情的拔剑相向，甚至疯狂的要求以命搏杀。因为只有吉恩知道，在未来，贝洛普将成为毫无人性的杀人狂魔，以一己之力屠戮了整个帝国。可现在的他却还是个无比懦弱之人，在考核中被淘汰，逐出伦凯德家族，最终坠入黑暗。为了不再让贝洛普误入歧途，吉恩决定向他发起挑战，将他那傲人的剑术天赋激发。看着唯唯诺诺的贝洛普，吉恩径直扬起木剑击射而出，而贝洛普只是站在原地被动的防守，因为他仍旧想不明白吉恩为何突然如此。只见下一刻，吉恩再次闪身发起进攻，2人的长剑不停的交锋碰撞。贝洛普再次挡下吉恩攻击后，吉恩抓住贝洛普松懈的瞬间，回身一个扫堂腿横扫而出，瞬间将他踢翻在地。他看着跟平时判若2人的吉恩感到恐惧。少爷，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吉恩神情冷漠，我说了，我要与你一战。刚才我其实可以杀了你。站起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拿出你最强的实力来击溃我。闻此，贝洛普终于明白了吉恩是认真的，手中长剑流转出金色光辉。见此情景，一旁的吃瓜群众大惊失色，那居然是领悟剑之奥义才能觉醒的正气，当即让教官制止这场决斗，否则这样下去吉恩会有危险。可吉恩却低喝一声别动，我命令你们，关于今天的所见所闻必须永远保密。贝洛普此时仍旧希望吉恩是在开玩笑，少爷，这真的是你想要吗？可吉恩冰冷的回答击碎了他最后一丝希望，来吧，全力以赴，放手一搏吧。闻此，贝洛普咬紧牙关，狠下决心，少爷，您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下一瞬爆发出全身力量向吉恩发起冲锋，吉恩抬起长剑抵挡，可仅一个照面间，吉恩的长剑就如豆腐般被斩断。吉恩迅速向后退去，他也没有想全力以赴的贝洛普竟然这么强。虽然吉恩早就知道他很有实力，但没想到竟然已经能使用正气了。一击得手，贝洛普乘胜追击，然而吉恩却猛地爆发出难以想象的速度，一剑轰在了贝洛普的剑柄上，强大的力量震得他虎口发麻，就连长剑都无法握住。就在这时，吉恩闪身来到贝洛普身后，勒住他的脖子。尽管贝洛普拼命挣扎都无济于事，可随后吉恩便松开了贝洛普，任凭他趴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您不是说决一死战吗？为什么停手了？你觉得戏弄别人很好玩吗？贝洛普声嘶力竭，大声质问吉恩，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吉恩蹲下身子，神情复杂，这样刺激你我也很难受，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只有当你成为强者，才有关照弱者的能力。你比我弱，也比我善良，虽然我很喜欢你的善良品质，但仅凭善良是无法在这个地狱中生存下去。贝洛普，我希望你能变强，强到足以守住你那颗善良的心，与我一起，与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很抱歉对你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而贝洛普听完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这时，女仆们正好将午饭送了过来，见训练未结束，询问是否要晚点再来。吉恩示意他们现在抬过来。这时的贝洛普像个生气委屈的小媳妇，少爷，今天的午餐请您自己去拿。吉恩宠溺一笑，好，今天我会把你的午餐也一起拿过来。前世杀人如麻的灭世魔头，如今却对男人死心塌地，只因吉恩以超凡的实力击败了贝洛普，并且贝洛普隐藏的剑术天赋也得到了所有人认可。而当吉恩的父亲听闻此事后，他却哈哈大笑，原来这就是吉恩坚守的信念啊！虽要走霸者之路，但也会关照弱者。于是父亲当即做了一个决定，他要验证吉恩坚守的信念是否有价值。传我命令，给吉恩分配第一个任务。另一边，吉恩15岁就进入了终极训练班，成为3星骑士，而成为终极训练生后就不能再使用木剑，因此他得挑选出属于自己的配件。这时露娜自告奋勇要给吉恩挑一把绝世好剑，可当吉恩看到后却傻眼了。只见露娜掏出了一把18米的杀猪刀，并表示这是他年少时曾使用的配件，名为贝尔斯的屠杀，也是他现在所用武器的原型。吉恩一阵无语，露娜姐，虽然很感谢你为我选剑，但我觉得这把剑似乎不太适合我。露娜闻言顿时有点失落，没关系，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但很显然他快要把失望写满在脸上了。接着他表示还有另一把剑，除了吉恩无人能驾驭的王者之剑。吉恩见到这把剑顿时眼前一亮，这居然是家主之剑的孪生剑布拉达曼特，曾经最强的初代家主所使用过的武器。吉恩爱不释手抚摸着布拉达曼特，这原本是他不惜代价也要得到的配件，没想到露娜姐竟然送给了他。因为布拉达曼特与巴里萨达都是最适合使用影器的配件，如果是他自己选择这把剑，一定会遭到其他兄妹的反对和抗议。现在露娜姐竟然将这把剑送给了他，这让吉恩不知道该如何报答露娜。露娜闻言嫣然一笑，我们之间谈什么报答？你可是我最疼爱的弟弟啊！当晚，吉恩回到房间后，屁颠地向乌拉凯展示布拉达曼特，没想到却被乌拉凯泼了一盆冷水。因为最少要达到影器3星才能发挥布拉达曼特，而吉恩现在只是2星，最多只能模仿一下将剑唤醒的招式。吉恩倔强表示他马上就要达到影器3星了，他很快就可以用了。狂妄，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巴里萨达和布拉达曼特这2把剑不能随便使用，影器3星只是一个最低标准，没有达到5星之前只能当普通的剑来使用。乌拉凯严厉地警告吉恩，然而吉恩不服气，甩开乌拉凯的手，那我1年内达到影器5星总行了吧？乌拉凯闻言怒气值直线攀升，一把抓住吉恩脑袋，你当修炼影器是喝水吃饭呢？我这么说都是为了你好。吉恩嘴上连忙答应，可手却悄咪咪摸上了乌拉凯最爱的漫画书，拿起来就要给书来个碎尸万段。乌拉凯见状立刻就怂了，求你了，快把书放下，有话好说。就在2人打闹之际，吉利却突然闯了进来，告诉吉恩，加伦教官给他分配了第一个任务，让吉恩过去一趟。随后，吉恩来到了任务作战室，这次的任务是搜索加恩王国南部地带，包括吉恩在内的10名初级训练生，但是那个地方离兽人之地非常近，这么高难度的任务不应该分配给初级训练生才对。此外，组员要么就是成绩中下游水平的训练生，要么就是起伏不定的贝洛普，看起来很像是某人刻意的指示。吉恩怀疑是与贝洛普对决的事情传到了父亲耳里，所以才有了这次任务考验。既然如此，我一定会证明给他看，我的信念到底有多坚定。作为
伦凯德家族备受瞩目的天才继承人。吉恩刚成为3星骑士就被父亲分配任务，任务内容搜救加安王国的比尔家族继承人。而本次任务虽然看似简单，但却暗藏杀机，因为任务地点在兽人族交界，稍有不慎就会命丧当场。就在此时，贝洛普急匆匆告诉了吉恩一个坏消息：2组成员遭遇了袭击，已知的敌人有3名人类，但仅凭3人不可能敢袭击伦凯德家族的人，一定还有更多敌人。吉恩让2名组员先回营地警戒，而他则是立即前去营救。虽然不知道敌人是谁，但既然敢招惹伦凯德家族的人，吉恩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随后，吉恩在路上发现了还未凝结的血迹，从痕迹来看，2组的人在这里与敌人交战后逃走了。而根据脚印来看，只有1名敌人，同时还发现一块染血的绷带，看来2组成员在此处包扎过伤口，被敌人发现后继续向西面逃跑。吉恩让贝洛普跟随自己追击，另一人则回到营地告知情况。在他们的一路追踪下，终于在一处树林发现了2组成员，但却唯独没有看见美莎的身影，而且还多了1名袭击者。吉恩抽出匕首，贝洛普，你先把眼睛闭上，过2秒钟后攻击左边的那个家伙。收到。只见吉恩将引气包裹在匕首之上，而被引气包裹的冰刃锋利度和杀伤力都会得到提升，并且还能降低存在感。匕首悄然无声地直奔右边敌人，在他毫无察觉瞬间洞穿了他的脖子。与此同时，贝洛普闪身出现在另一名敌人身后，可他却迅速反应了过来，挡住了贝洛普的必杀一击。然而吉恩手中长剑出鞘，在背后给予了男人一击重创，当即被吉恩擒获踩在脚下。幸存的组员们见到吉恩来了，连忙告诉吉恩美莎被他们抓走了。男人这时向吉恩发出求饶，可吉恩却冷漠地给了他2个选择：告诉我你们所有的信息，那么我只杀你1人，或者什么都不说，但与你有关的所有人都要死。男人闻言陷入了纠结，但听到吉恩以伦凯德的名义做担保后选择妥协。请不要动我的家人，我们是名为金杰罗的组织。听到这个名字，吉恩瞳孔一缩，在前世他们是极为活跃的恐怖组织，屠杀了整个加安王国，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的王成为世界的王。美莎则是被他们带回来兽人之地入口处的分部，那里大约有20名4星武者和魔法师。在得到想要的情报后，吉恩一剑结束了男人的性命，并让众人先回到营地休整后去本家请求支援，他则独自一人前去营救美莎。训练生们一听，纷纷出言制止吉恩：您一个人太危险了，对方人数众多，且实力都达到了4星，少爷您没必要为我们训练生去冒险。可吉恩却表示：我身为伦凯德家族的子嗣，不可能对此置之不理，而且我比你们想象中更强，再有反驳就以抗命论处。接着他将指挥权交给实力最强的贝洛普。交代完一切后，吉恩独自踏上营救美莎的征途，希望一切还来得及吧。在以剑术闻名的伦凯德家族中，却出现了一个拥有顶尖魔法天赋的继承人，同时是唯一拥有影气的暗影君王。可却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中遇到意外，一个恐怖组织袭击了他的小队，并将美莎俘走。为此，吉恩孤身前往敌营营救。敌方大约有20名4星武者，而目前吉恩实力剑术3星，魔力4星，影气3星。虽然他成长得很快，但想要以一己之力打败这么多敌人还是十分困难。只见魔力化成疾风在吉恩手中涌现，紧接着猛地朝地面一拍，瞬间化作天罗地网追踪敌人的踪迹。很快，吉恩就确定了敌人前往了草原方向，当即马不停蹄的狂奔追赶。突然间，一支箭矢向吉恩射来，吉恩迅速施展风系魔法改变了箭矢的轨迹。与此同时，草丛里突然窜出3名敌人袭来，只见吉恩手中风魔法变得更加狂暴，手臂挥动间斩出一道凌厉的锋刃，当场夺去冲在最前面男人的性命。与此同时，另一名敌人猛地朝吉恩劈下，吉恩手中长剑出鞘，反手一剑将其击飞。最后面的魔法师凝聚出滔天烈焰，大喊着让同伴躲开。下一刻，一道火芒径直射向吉恩，将吉恩的手臂死死缠住。面罩男见状得意一笑，以为能就此牵制吉恩的行动，可他万万没想到，吉恩竟然不受影响，反手一剑砍在他的身上。紧接着，他一把抓住火绳，猛地发力向后一拽，火芒一下子从魔法师手中脱落。接着他迅速向前冲去，眼见火魔法对吉恩无效，他当即释放出冰系魔法，试图将吉恩击穿。就在这时，吉恩胸口的吊坠突然亮起，形成一道蓝色光幕的护盾，将射来的冰锥尽数挡下。在老者惊恐的目光中，一剑送他归西。随后，吉恩沿着他们留下的痕迹，一路来到了金杰罗的大本营。吉恩首先制造出动静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只见他手中凝聚出火焰魔法，瞬间将整片树林点燃。紧接着使用风魔法将火海吹进敌人营地，趁着他们乱成一锅粥时潜入其中。敌人首领立即让魔法师使用水魔法灭火，然而法师们却无法将火灭掉。这时他也猜到了是有人故意纵火，就当他下令搜查时，吉恩已然无声靠近他的背后。下一刻，吉恩就解决掉了光头，拿到牢房钥匙。片刻后，吉恩就发现了一个地下室入口，果然美莎就被关押在其中。可就在他帮美莎解开绳子，刚准备逃离这里时，头顶上突然传来剧烈的震动。这时美莎突然严肃地请求吉恩，如果真遇到危险，请将他抛弃，他绝对不能让吉恩死在这里。吉恩却表示我们先出去再说。当2人刚走出外面时，却见到了满地的尸体，而在看到尸体身上的伤痕后，吉恩一下就猜到了这是兽人干的。就在此时，一道巨大的脚步声传进2人耳里，只见一个体型庞大的狼人赫然出现。美莎刚开口让吉恩先走，话音未落就被吉恩打晕。将美莎安顿好后，吉恩站起身直面眼前嗜血的狼人，小鬼，是你放的火吗？没错，我是西隆伦凯德的儿子吉恩伦凯德，报上名来吧，兽人。
闻此，狼人脸上露出了一个危险的笑容，原来是伦凯德家的。史上最强魔剑师的神剑究竟有多强？吉恩以3星实力强行唤醒剑魂，竟一剑秒杀了强大的6星魔狼。白狼族是为杀戮而生的战斗种族，他们的平均实力至少是6星，而伦凯德初代家主杀死了他们奉若神明的狼主哈比埃尔，因此白狼族对伦凯德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恨。带着美杀的吉恩根本不可能逃脱他的追击，唯一的办法那就是与之殊死一搏。魔狼暴虐一笑，发起突袭，巨锤猛地将地面砸出一个2米半的深坑。吉恩刚避开这一击，魔狼却没给他一丝喘息的机会，甩出第2锤直奔他的面门。吉恩急忙举起长剑抵挡，可强大的力量让他的手臂都忍不住颤抖。在又一回合的交锋后，吉恩知道自己在力量上难以战胜魔狼，但他仍有获胜的底牌，那就是露娜姐曾给予的吊坠以及魔法和影器。可吉恩不愿意将吊坠浪费在这种程度的危机上，但他4星魔法的伤害也奈何不了魔狼。况且如果家族派人来调查，就会暴露他使用家族禁忌魔法的事实，所以他只能选择使用影器将神剑解封。但乌拉凯曾严厉警告过他，在影器没有达到5星之前，千万不能用影器让剑觉醒，否则将会引气暴走而亡。可现在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魔狼的攻击越发的狂暴，吉恩逐渐就要支撑不住。此时魔狼感觉胜券在握，你的剑挺结实的嘛。虽然他跟象征着你们家族的黑剑不搭。随后他抡起巨锤高高跃起，朝着吉恩猛地砸下。结束了，伦凯德家族的小鬼。生死关头，吉恩努力回忆起将剑唤醒的感觉，将全身影气灌输进剑身。苏醒吧，布拉达曼特！就在魔狼的攻击即将落下的瞬间，整个世界在刹那间变得昏暗，一股恐怖的暗影能量将吉恩淹没。魔狼只觉得眼前一黑，下一瞬无数影气组成的线将他禁锢，同时还封印住了他的五感。紧接着吉恩手中长剑挥下，漫天影气顿时散于无形，只剩剑身萦绕的影气散发着强大的气息。魔狼无力地跪倒在地，他至死都不明白吉恩到底做了什么。可吉恩刚打败魔狼，影气就开始暴走，他感觉就要被影气吞噬，再也压制不住暴动的力量，铺天盖地的影气自他体内迸发，化成心魔不断侵蚀他的意识。就在此时，一道人影来到吉恩面前。该死的小鬼，我早就跟你说过，强行将剑唤醒势必会付出代价，你要傻坐着等死吗？站起来，我不是告诉过你该怎么做吗？吉恩咬了咬嘴唇，让自己保持清醒，当即做起影气释放的准备。他曾总被周围的影气影响而无法完成影气释放，但现在这是他唯一能自救的方法。在重复着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吉恩终于将影气驱散。怕再生波折，他连忙站起身要带美莎回去，可突然一旁传来动静，只见废墟后探出一个人影。吉恩以为是金杰罗的残党，当即拔出了剑，顿时吓得他跪在地上。我是比尔特家族的继承人，原来这就是吉恩本次任务的搜救目标。男孩得到暗影神明的眷顾，觉醒了主宰万物的影气之力，更是得到史上最强魔剑师的佩剑，以3星实力解开神剑封印，仅凭一剑秒杀强大的6星魔狼。但吉恩也差点被影气反噬而亡，可他还是顺利的完成任务，找到了比尔特家族的继承人。吉恩疑惑他为何会被绑架到这里，山姆表示他是追随女友到此，可他的女友早在2年半前死去，但那个人各个方面都跟他的女友一模一样。吉恩当即猜到了这是变身术士布巴尔的杰作，这是从离开飓风城后两人的第2次交集，这之间是否有关联？吉恩决定找个机会亲自去见一见他。第2天刚回到本家，吉恩就感觉背后凉飕飕的，转过头虚情假意的跟乌拉凯打起招呼，结果乌拉凯却酷似一口咬在他的手上，吉恩一把将他甩到墙上，抠都抠不下来。你要我干什么？乌拉凯顶着脑袋的包怒冲冲大喊，你疯了吗？还是脑子进水了？跳起来就是一顿喵喵拳，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强行唤醒神剑，不然你真的会死的。接着乌拉凯化成人形，一把举起吉恩，疯狂摇晃。你是索尔德雷唯一的契约者，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值得以身犯险。吉恩刚反驳2句就被一顿吼，你脖子上的吊坠是摆什么？为什么不用？可吉恩却疼惜地抓着吊坠，表示以后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强敌，用掉多可惜。闻言乌拉凯如遭雷击，气得他一个踉跄，差点给他送走了。吉恩疑惑乌拉凯是怎么知道他将剑解封的？你的影气直接从3星涨到了4星半，我还不明白吗？你现在能平安无事都是托了索尔德雷的福。经历过影气暴走的人包括你有11个人，但其中9个都死了。吉恩好奇地询问，那除了他还有谁？初代家主吗？乌拉凯指向自己，还有一个就是我。吉恩嫌弃地摆摆手，原来你跟我一样啊，我先去洗澡了。乌拉凯抓狂地让吉利饿他几天长长记性，吉利却回应，那我去给少爷准备吃的，顿时留下乌拉凯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另一边，吉恩打败了白狼族的消息传到2个哥哥姐姐耳里，安妮无法相信吉恩有这个实力，只觉得是那个白狼族太过弱小，廖更是觉得吉恩是在弄虚作假，而托那2兄弟却十分紧张，因为吉恩即将要来到终极班，到时又少不了要被他蹂躏，一想到这2兄弟就感到沮丧。这时安妮决定帮他们一把，将自己在终极班的奴隶借给他们，帮助他们打压吉恩。托那兄弟顿时喜出望外，可安妮却露出一个危险的微笑，但如果失败的话可要接受惩罚哦，我亲爱的弟弟。而刚洗完澡的吉恩正在盘算自己的实力，现在的他影气达到4星，但想要完美发挥出影气，至少需要在5年内剑术达到6星，剑术6星就能被称作剑师，7星则被划入高手的行列，在8星后就是质的飞跃。而在大陆20亿人口中，9星和10星的强者却不到100人。此外，超越了等级标准的还有1人，那就是被称为创圣骑士的半神父亲。吉恩今生的目标是成为超越父亲的存在，但眼下的问题
题是升入中级班后会受到托纳哥哥们的打压，初级班的训练生年龄小，实力也都差不多，所以氛围融洽。可中级班是强者至上的世界，吉恩的行事作风绝不能手软，所以他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用实力称霸中级班。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吉恩一眼，男人就被残忍地斩下一条手臂，因为这是实力至上的伦凯德家族。吉恩作为伦凯德家族继承人，面对任何敌意都将毫不留情地重拳出击。而今天就是吉恩进入中级班的日子，在晋升中级班之前，吉恩将和他一同进入中级班的训练生召集起来。他严厉告诉大家，从中级班开始就会出现派系争斗，而你们属于我这一派的，所以会被欺负刁难，但你们不必太过害怕，待我平定整个中级班，就无人敢欺负你们。但在那之前，你们至少也要3人结伴而行，尽量避免单独行动。听完，所有人异口同声回答明白。很快就到了这天，教官向所有人宣告新生的到来，并告知他们新人的规矩。在这里，除了杀人以外的事情，你们都可以自行解决，我只教你们剑术以及对你们的实力评定。说罢，他突然大声怒吼：原中级班的训练生们，我一直强调的是什么？伦凯德家族不需要弱者。回应声排山倒海般响起，压迫感十足的口号不断回荡在广场。吉恩轻叹了一口气，真是充满恶意的下马威啊！随即目光放在人群中的托纳兄弟身上，他们身旁凶狠的男人引起了吉恩注意，看样子已经在中级班待了很多年，不可能是托纳兄弟亲自招揽，那一定是安妮姐他们的人。虽然他们是想灭吉恩的锐气，但吉恩就要告诉他们，他们大错特错了。只见吉恩径直地向托纳兄弟走去，两兄弟顿时吓得一激灵，只能安慰自己有安妮姐的支援，镇定一点。只见吉恩拔出手中长剑，在所有人没反应过来时斩下了男人的手臂。这一举动当场震惊住了所有人，就连男人都不敢置信看着自己断裂的手臂。下一刻，剧烈疼痛感疯狂涌进脑海，让他忍不住跪倒在地。吉恩收起长剑入鞘，冷冷道：叫医护人员过来。托纳兄弟见此也拔出长剑，质问吉恩为什么突然砍人，但吉恩却没有搭理他，自顾自询问壮汉的名字：你知道我为什么砍你吗？一旁的托纳见吉恩并没有理会自己，举起长剑指向吉恩：你是在无视我们吗？拔剑吧！然而吉恩眼神冰冷地流露出杀意：哥哥们，我在跟卡金说话，要和我决斗的话之后我会奉陪，但是现在请你们保持安静。闻言，托纳兄弟愤怒地大喊：你这家伙砍了我的训练生竟然还！可突然他又惊慌地捂住了嘴。吉恩听到后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这么说他是你们派系的人吗？他看我的眼神中透着杀气，所以我才砍了他。闻此，众人皆是一惊，想到了一个可能，难道吉恩要开启排位战？教官邪魅一笑，看穿了吉恩的步步为营。托纳兄弟原本是想打压吉恩的气焰，而就因为托纳兄弟的一句话，卡金变成了他们派系的人，所以吉恩的行为不再是单纯的挑衅，而是打响了伦凯德家族引以为傲的排位战传统。他这一步棋走得非常精妙。只见吉恩对着训练生们大喊：所有人给我听着，我是吉恩伦凯德，你们可以向我挥剑，也可以向我发起挑战，但是如果谁对我怀有敌意，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那个人砍下去。就在此时，杰德突然开口叫住了吉恩，他是伦凯德的8星骑士元老，你觉得自己可以在我面前如此放肆吗？吉恩面不改色回应道：是的，因为我对抗的不是哥哥们，而是您。闻此，一股冰冷的杀气自杰德周身腾起，他抬手间唤出长剑，浑身爆发出如同实质的恐怖杀意，长剑指向吉恩：解释一下吧，听完你的回答，我再决定要不要砍下你的脑袋。男孩开学第一天就挑战8星强者的权威，直接当着他的面斩下一人手臂，只因男人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但吉恩的行为无疑是在雷区蹦迪，如若回答不慎将命丧当场。可面对杰德恐怖的杀气，吉恩依旧泰然自若。您明知我也在新生当中，却还怂恿老生们打压新生，我认为这是您对我发起的攻击。杰德闻言面色一沉，径直挥出一道凌厉的剑气，迅猛的剑气贴着吉恩脸庞划过，仅是余波就撕裂了他的脸颊。他杀意凛然盯着吉恩：既然我怂恿他们这件事令你不快，那你应该直接砍向我，为什么要砍训练生？吉恩淡然一笑：因为我现在还无法战胜你，否则就是冲着您挥剑了。你真是不怕死啊！难道以为你是家主的儿子我就不敢杀你吗？并非如此，因为对手比自己强就逆来顺受，这不是伦凯德家族之人的作风。听到这个回答，杰德咧嘴一笑：你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随即收起了手中长剑，下一刻放声大笑：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认可你了，你有资格在伦凯德家族中生存下去。接着他转头对训练生们大喊：请记住这一刻，今天你们见到了真正的伦凯德家族之人。这个小鬼展现出了我们这些见鬼的本性，将身心全部投入争斗去吧，别忘了你们的本性。从明天开始训练，就地解散。而在离开时，吉恩留给了托纳兄弟一个忠告：虽然现在你们更害怕哥哥姐姐，但将来呢？目光不要这么短浅，行事之前多为将来考虑。回到家后，吉恩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吉利，并猜测托纳兄弟的背后应该有妙姐和安妮姐。吉利听完后不由得担心了起来，因为姐姐们已经是先锋了，但是先锋只能与先锋争斗，这是不成文的规定，所以他们无法亲自出面刁难吉恩。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以先锋之权提高吉恩的任务难度，以此增加他的死伤几率。而高难度任务大多是单人任务，单人任务他可以无所顾忌，也就是说，当他独自执行任务时，就可以自由使用所有的力量。吉利顿时明白过来，这对吉恩来说反而是个好机会，今后还可以尽全力累积攻击。不仅如此，到时候他就算带一只猫去执行任务也不是问题。但吉恩表示暂时不会带乌拉凯去，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交给他做。不过在那之前，你们都要安分一点，
第二天，杰德带托纳兄弟和吉恩私下特训，这是属于伦凯德族人的特别训练。吉恩望向一旁鼻青脸肿的托纳兄弟，看来他们被姐姐们狠狠揍了一顿。接着杰德告诉他们，家族拥有的是一种无形的剑术，没有固定的章法，这是伦凯德与其他武术家族的差异，并提问是否知道原因。吉恩回答道，因为伦凯德家族人独特的素质和感知能力，并且血统是受到祝福的，所以拥有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强健体魄以及对剑敏锐的感知能力。杰德表示，现在要进行的是简单到愚蠢的训练。只见他给予了3人一个铁球，名为清亮石，名字由来是在被击打后会发出3种声音，随即便做起了示范。顿时一道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震荡而出，可当杰德击出第2道声音时，却如同百灵鸟般婉转悠扬。原来击打清亮石的力量不同，它发出的声音就会不同。击打的力量弱，它就会发出浑浊的声音；如果是恰好的力度，它就会发出非常动听的声音。吉恩当即猜到了训练内容，这是一个针对力量、毅力以及专注力的训练。虽然看似简单，但的确是最适合伦凯德超强体质的特训。但他又心生疑惑，如果只是不断挥砍清亮石，那这样就毫无危险系数，不可能被称为伦凯德家族的秘密训练才对。然而杰德这时又举起长剑邪笑道，还有最后一种声音。吉恩回想起刚才感觉到石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一个不好的预感在他脑海涌现，他急忙回身扑向了托纳兄弟，快趴下！紧接着杰德猛地一剑劈下，清亮石表面顿时出现一道裂痕，下一瞬剧烈的爆炸吞噬了这片空间。待到烟尘散去，在吉恩几人心惊肉跳的目光中，杰德开口解释，如你们所见，第3种声音就是爆炸声，如果挥砍清亮石力度过大，它就会爆炸。那么接下来开始训练吧。究竟是怎样的剑术天才，才能让8星战神捶胸顿足，叹息他为什么不早出生10年，否则伦凯德家族必能彻底称霸世界巅峰。原来在刚才的特训中，只有吉恩敏锐察觉出了异样，躲过了清亮石的爆炸冲击，而这个演示过程其实也算是一种考验。但自从露娜后没有被炸伤的就只有他们。吉恩好奇询问露娜姐是怎么躲开的，杰德沉思后犹豫道，你们听了可能会被打击到，准确来说，露娜并没有躲开爆炸，只不过她身体素质过于强大，所以才毫发无损。此话一出，吉恩3人惊呆在原地。随后杰德让他们每天下午过来特训，而另一边，露娜正在与乳母调查当年有人暗杀吉恩的事。乳母表示，按照最近情况来看，妙和安妮的嫌疑最大，但露娜对2人仍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对还未离开飓风城的孩子出手是伦凯德家族的禁忌，如果他们的计划传到父亲耳里，必定难逃一死。那有没有可能是吉恩少爷说谎或者弄错了？毕竟吉恩那年才10岁，而且5年来也确实什么都没查到。但露娜的直觉告诉她，吉恩没有撒谎，因为当时吉恩对她非常戒备，那并不是尴尬，而是她感觉自己生命受到了威胁。露娜有种不祥的预感，她拜托乳母先调查一下妙和安妮，接着她又询问起吉恩最近的训练情况。想来她让吉恩进行的心眼训练应该到起效的时候了。一想到吉恩在不断进步，露娜脸上就充满宠物，看着他不断成长可真有意思。第2天下午训练后的2个半小时，吉恩正被这个特训折磨得苦不堪言，因为一旦控制不好清亮石的击打力度，那种硌牙的声音就让他头皮发麻。托纳兄弟更是不知道吐了多少回，他原本以为这是控制力量和毅力的训练，但首先要先提升正气的破坏力，否则根本就无法达到击打条件。在一旁的杰德暗自观察3人，虽然他们表现都很不错，但最厉害的还属那个小家伙，说不定他能打破露娜的记录。很快训练持续到了晚上，托纳兄弟此时已经累成狗。虽然杰德在嘴上十分嫌弃托纳兄弟，但2人也超出了他心里的预期，毕竟不愧是伦凯德家的孩子。而最让他惊喜的是吉恩的天赋，但他偏偏为什么是最小的孩子？如果早出生10年，必定能成为掌控伦凯德的大人物。想到这，杰德十分痛心地蹲在地上。2个半月后，终极班今年第1批任务已经下达，可当念到第3个任务剿灭魔兽奥克的人员名单时，男人却不敢置信地怔住了。在重复确认后才念出名单，而名单人员竟然是除了吉恩外的10名新生，就连托奈兄弟都不敢置信，这种难度的任务竟然交给一群新生，看来他们有半数人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被吉恩斩去手臂的壮汉劝他们写好遗书，黄毛更是讥笑的让他们去求吉恩救救他们。泰蒙特忍受不了他们对吉恩的轻浮，刚要上前争论就被美莎一把拉住。美莎阴沉着脸让他不要惹事，否则在执行任务前受伤就糟糕了。可是他们对少年，闭嘴！你忘了这是哪里吗？这是伦凯德家族，我们必须要执行我们的任务，而且还要全员平安归来，用我们的实力狠狠打他们的脸。男孩是家族1000年来最强继承人，可他的姐姐们却数次想置他于死地，更是给吉恩安排超高难度的危险任务。唯有他的大姐对他疼爱有加，不仅给予了神器吊坠护身，更是每日私下特训，传授他7星骑士才能掌握的心眼，让吉恩逐渐觉醒预知危险的能力。但伊托纳在训练中击打清亮石，可却用力过猛将其轰爆，爆炸碎片四射而出，径直朝着吉恩飞射而去。在电光火石间，吉恩及时反应过来，勉强挡住。回想起刚才那一瞬间，他眼里突然涌现一股玄奥的感觉，让他看清了铁块飞来的轨迹，就如同射来的箭矢一般，轨迹十分清楚。想来这跟露娜姐的特训有关，如果再有铁块飞来，他一定能精准避开。这时杰德打断了几人，表示3人有新的任务下达。托纳兄弟的任务是去参加比曼特帝国的宴会。兄弟俩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吉恩猜到这是姐姐们因为惩罚他们上次的失败，而给予兄弟俩的恶作剧，让毫无口才的2人去参加比曼特帝国的社交。接下来就是吉恩的任务，可杰德却话音一顿，确认任务内容后才再次开口：你的任务是暗杀密宫公主塔拉丽丝的情人
情人阿卡伦。听到这个任务，就连托纳兄弟都觉得惊讶，因为密宫是屹立在大陆西海中央的巨塔，不受伦凯德家族和吉普尔家族的统治，而塔拉利斯更是媲美半神境父亲的顶尖强者，外号深渊的蜘蛛。如果有人对他的情人下手，他会毫不留情地报复回来。阿卡伦现在身处无法地带马米特地区，并且有密宫成员随行保护，托纳兄弟更是难以置信，吉恩竟然分配到这种超高难度的任务。因为马米特地区的任务都是分配给守护骑士，而不是像吉恩这种练习2年半的训练生。杰德也觉得此次任务十分艰巨，沉重地询问吉恩是否能完成，怎料吉恩却没有丝毫犹豫的坚定回应可以。听到回答，杰德感到非常意外，他没想到吉恩竟然这么果断就答应。原本想说，如果吉恩觉得任务分配不合理，那他就去跟先锋们说几句话。很好，我很欣赏你的果决，你们3人在2天后出发。就在吉恩准备离开时，托纳兄弟却叫住了他，告诉吉恩如果情况不妙，就亮明伦凯德家族的身份，这样就没人敢动他了。真是稀奇，你们居然还会担心我。托纳兄弟突然反应过来，嘴硬的表示才没有担心他，只是怕吉恩死在别人手里没办法蹂躏他。可吉恩却突然抽出长剑，猛地挥向清亮时，就当托纳兄弟害怕的以为要爆炸时，响起的却是悠扬婉转的声音。吉恩回过头，扬起一个自信的笑容：哥哥们，在我回来之前，你们要好好想一下，到底是选择我好，还是选择姐姐们好。杰德盯着吉恩离去的背影，突然语重心长地告诫托纳兄弟，除非你们有绝对的实力碾压吉恩，否则在那之前千万不要跟吉恩对着干，因为我有预感，假以时日，吉恩必将站在这片大陆顶峰。2天后，美莎几人来给吉恩送行，而为了不被发现伦凯德家族的身份，吉恩特意换了头发的颜色和装扮，并询问他们的任务，可他们却面露愁容。吉恩询问是不是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但美莎还是故作轻松地告诉吉恩，我们很好，只是想在出发前跟您告个别。闻言，吉恩让众人打起精神来，又不是再也不见了，任务伤亡是难免的，即使再担心也不能改变什么，所以你们集中精力完成眼下的任务就好，因为我一定会活着回来。吉恩搭上贝洛普肩膀，好好加油，我们下次见。在目送众人离开后，吉恩让乌拉凯要保护好他们。乌拉凯自信表示不用担心，他可是伟大的黑。吉恩却打断了他，不要被发现，也不要太明显。乌拉凯对吉恩打断他的话很不开心，咬牙切齿让吉恩自己也要小心点，不要因为乔装打扮过就掉以轻心。吉利也叮嘱吉恩千万要小心。骑上马后，吉恩淡然一笑，知道了，我会给你带纪念品。一遇的剑术天才，可他的姐姐却想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不仅给他种下诅咒，更是让他执行9死1生的任务。可吉恩对此却毫不畏惧，因为他得到了暗影神明的赐福，成为了主宰影器的暗影君王。而在接受暗杀任务后，吉恩来到无法地带马米特，这里是最底层罪犯的聚集地，无数穷凶恶极的不法之徒游离在此。吉恩丢出1枚银币，跟老板要了一杯水和食物。一旁的悍匪见吉恩年纪不大，气势不小，于是便决定教一教他这里的规矩，恶狠狠地让吉恩跪下舔他的脚。可话音刚落，一把锐利的匕首就划过他的咽喉，鲜血瞬间溅出了2米半。做完这一切后，吉恩面无表情，将匕首拍在桌子上，不耐烦地质问老板还要让他等到什么时候。周围的人都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幕震在原地，可下一秒所有人都轰然大笑，幸灾乐祸地嘲笑着壮汉的下场，就好像只是死了一只蚂蚁一般。这也让吉恩体会到这些人骨子里的疯狂，让他想起前世老师所教会他的话，如果想得到这里的法外狂徒的认可，就必须要展现出自己的霸气与实力，无论前世、意识、今生，老师都帮助到了吉恩。吉恩希望这一世能报答他的恩情。片刻后，老板为吉恩送上食物和水，并表示不会在食物里下毒，因为毒杀是这里的禁忌。见吉恩面孔比较陌生，便询问吉恩是不是有家人在本地，可吉恩却表示这与他无关。接着他掏出1枚金币向老板打听情报，这里有一个叫希斯特的女人吗？老板思索一番后，确定的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而吉恩也没有抱多大希望，让老板给他推荐一个没有蛇鼠虫蚁住的地方。老板告诉他，在这里那种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城西的月光井旅馆。马米特的各位王都居住在那里，所以也没人敢在那里闹事。随后吉恩便前往月光井。阿卡伦是个从小到大没吃过苦的纨绔少年，以他的性格不可能居住脏乱差的环境，所以吉恩推断他此时就窝在那里。果不其然，吉恩刚踏入月光井旅馆，就见到了阿卡伦。此时他正对着护卫大发脾气，命令护卫立即去给他买魔药，否则他1个小时都待不下去。可不管阿卡伦如何泼喊，护卫都无动于衷，并言辞义正地告诉阿卡伦，他们的职责是保护他，而不是满足他的各种无理要求。可阿卡伦根本听不进去，不管不顾地耍着脾气，还威胁护卫以后一定不会放过他。见状，护卫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对着身后的同伴使了一个眼色，接着哭呲一拳把他打晕了过去，还一边抱怨着真想让他吃魔药吃死算了，实在搞不懂大人为什么要留着这种家伙。说着就扛起阿卡伦回去房间。吉恩猜测2名护卫至少都是6星武者，虽然暗杀他很简单，但问题是之后该如何全身而退，而毒杀又是马米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我贸然违反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吉恩思索着能在月光井悄悄杀死阿卡伦的方法，下一刻他猛地一拍桌子，想到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与此同时，一名银发少女正带着几名护卫赶往月光井，而他们此行的目的竟与吉恩相同。可就当他急匆匆赶到月光井时，上空突然凝聚出汹涌的雷云风暴，一道粗壮如龙的雷电奔着月光井直冲而下。突如其来的一幕当场让几人怔在原地。银发少女神色呆滞的喃喃道：“看来我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啊。”
他本是剑术名门的天才继承人，却觉醒了家族禁忌的魔法天赋，更是同时掌控主宰万物的隐气之力。当隐气和魔法合而为一时，竟爆发出堪比7星魔法的威能。为了能够在暗杀阿卡伦后全身而退，吉恩想到了一个瞒天过海的方法，那就是施展魔法对月光井进行无差别攻击。以他4星的魔力配合上隐气，将能达到6星魔法师的威能。而吉恩稚嫩的相貌就是他最好的伪装，没有人会怀疑一个15岁的少年是6星法师，而且在使用隐气后还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于是吉恩为了让场面看起来更像是恐怖袭击，决定使用雷电召唤魔法。他先是施展出隐气释放，只见房间瞬间陷入了虚无之中，紧接着抬手蓄力出雷能，下一刻吉恩浑身就被雷光包裹。雷电召唤，话音刚落，一道粗壮如龙的雷电直冲而下，强大的雷霆之力疯狂肆虐。旅店外见到这一幕的茜丽丝呆滞在原地，怀疑是月光井里有人跟高级魔法师结了仇，但也有可能是冲着密宫来的，因为其中还有6名密宫成员以及公主的情人。茜丽丝连忙带人冲进废墟，虽然他们不在乎阿卡伦是死是活，但他们必须确认密宫成员的安全。就在此时，上空雷云再次翻涌，紧接着一道粗壮的闪电再次劈下，将旅馆内的人轰了个人仰马翻。就在护卫心急的准备冲进去时，茜丽丝却急忙叫住了他。一道堪比7星魔法的巨大雷霆轰然落下，整个旅馆被炸成一片废墟。茜丽丝呆呆站在原地，猜测刚才那下应该是最后一击。望着散发着漫天尘埃的废墟旅馆，他只能祈祷成员们能平安无事。这时始作俑者也从废墟中狼狈地爬出来，吉恩也被自己的攻击波及到，但好在有露娜姐的吊坠，所以他才没受到致命伤。吉恩寻找着阿卡伦的踪影，如果他还没死，那现在就是最好的下手时机。可突然一道人影来到他身前，茜丽丝惊讶地凑近吉恩，好奇打量着他，没想到马米特居然还有跟我年龄相仿的人。你还好吗？你最好尽快离开这里吧。这时密宫护卫前来禀报，小姐，成员们只是受了点伤，但都还活着。闻言，茜丽丝转过头吩咐护卫，那太好了，如果他们还在保护阿卡伦的话，就直接把阿卡伦杀了吧。发现魔法师的话，就立刻将人拿下。吉恩打量着眼前的银发少女，原来她是密宫公主的女儿。听她刚才的意思，应该是来解决阿卡伦的，所以即便阿卡伦侥幸活下来，也难逃一死。吉恩现在该考虑的是如何脱身。为了防止被茜丽丝看清长相，他将头发弄乱，把脸遮挡起来，打算跟着混乱的人群逃离这里。可就在此时，茜丽丝举起长剑，对着下方人群大喊：“我是密宫公主之女茜丽丝，现在开始，月光井将由密宫掌控，反抗之人一律视为密宫敌人。”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人群的骚动。有人抗议到这里轮不到密宫管控，他们越权了。闻言，茜丽丝面色阴沉，瞬间化作一道光影闪过，剑锋所过之处皆被寒霜冰冻。茜丽丝眼神冰冷，面露杀气：“密宫行事何时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没有找出那个魔法师，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里。”可随后，茜丽丝又找到了吉恩，没好气地问他怎么还不走。吉恩摆出一副害怕的样子，表示自己腿受伤了。闻言，茜丽丝拿出一盒药剂：“你能在恐怖袭击中活下来，运气真好。本小姐还亲手帮你抹药，这可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有机会可要好好报答我。”随后，吉恩微笑挥手跟他告别。可下一刻，吉恩就瞬间变脸，暗杀任务完成。他表面上是呆萌可爱的小黑猫，背地里却是1000年前最强暗影龙王，仅只是一个吐息，就瞬间秒杀媲美9星战神的墓地巨人。可他此时却给一群10几岁的小鬼当起了保镖。原来在贝洛普众人分配到剿灭奥克的任务后，吉恩便拜托乌拉凯随行暗中保护他们。而奥克是成群行动的强大怪物，凭他们的实力就只有被剿灭的份。可现在他们居然已经击杀了18头，因为他们遇到的都是单独行动的奥克，这让众人信心大增。只要再击杀7头，他们就能4肢健全的活着回去，狠狠打那些嘲笑他们的人的脸。美莎庆幸的觉得是因为吉恩受到了神的庇佑，所以才连带着他们被幸运眷顾。可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在暗处的乌拉凯所为。就在2天半前，这片区域的所有奥克都被召集起来，乌拉凯命令他们今天起必须单独行动，如果谁敢结伴而行，那他就杀了谁。收到命令的奥克们低吼一声，四散而开。随后化成小黑猫的乌拉凯碎碎念地抱怨着，估计这小鬼以后肯定会让我经常做这种麻烦事。他是千年契约者就了不起了，竟然随意使唤我。回去之后，我一定要让他给我买新的漫画书。可就在这时，一声沉闷的巨响在远处响起，乌拉凯瞬间警惕起来，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往这边靠近。他想不明白那家伙是在哪里冒出来的，不过看样子是不会乖乖返回了。乌拉凯手掌一摊，召唤出一团影气，随后朝下方席卷而去，瞬间便形成了一道结界，将这片区域笼罩。贝洛普立即察觉到了异样，但他也只是觉得天空好像比刚才更黑了。随即乌拉凯显化出真身，直奔那道庞大身影飞去。到底是谁不经过我的允许就肆意让气息外泄？待他定睛一看，发现原来那并不是活物，而是旧时代的遗物——墓地巨人。可在2000年前，龙族明明已经将他们全部消灭，况且墓地巨人只会守在死去之神的墓地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都让乌拉凯很不高兴。只见他张开大口，凝聚出暗影能量，顷刻间能量如同风暴般聚集在他口中。与此同时，巨人也察觉到了危险，当即摆出防御姿态。下一刻，一股可怕而强大的能量倾泻而出，瞬间将巨人吞噬。那庞大的身躯在一个照面间便被龙息撕裂。乌拉凯扇动着翅膀回到地面，重新化作人形后来到巨人面前，思索着这个墓地巨人怎么会出现在此。他怀疑这与吉普尔家族有关，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阴谋
轨迹。在衡量利弊后，乌拉凯还是决定先不把这件事告诉吉恩，之后如果有什么危险，那就由他来保护吉恩。只要再让吉恩成长10年，他就有能力对抗吉普尔家族。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房间内，一道人影紧张的来回踱步，直到一个身影走进来后，胖子慌乱开口：“比修凯大人出大事了！我制作的墓地巨人被毁掉了，而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变身术士布巴尔。他面前的男人则是金杰罗的副团长比修凯。我已经听说这件事了，并且我还亲自去现场确认过，解决掉墓地巨人的是龙，而且还是影之龙。”闻言，布巴尔心头一惊，难道这么快就被龙族察觉我们的计划了吗？还不能确定，但这绝对是一个警告。我要去约吉普尔家族的人谈谈。男孩年仅15岁就成为了5星骑士，更是独自完成了9死1生的暗杀任务，毫发无损地从无法地带归来。可他的实力却遭到其他成员的质疑，因为他们听说在吉恩执行任务的当天，有一名魔法师恰好袭击了暗杀对象所在的旅馆，所以他们认为吉恩这次任务完全是依靠运气，不然凭他4星剑术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那又怎样？人家可是伦凯德家族的小少爷，哪是我们这些训练生可比的？就在这时，吉恩突然走到他们面前，训练生们顿时心头一惊，难不成吉恩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吉恩淡淡开口：“很遗憾，我都听到了。卡金，你的手臂还好吗？”闻言，卡金面色一沉，阴阳怪气的回应：“多亏了您下手干脆利索。医护人员说接起来挺容易的，是吗？你们好像在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啊。”“没错，毕竟像我们这种卑贱之人，也就只能在背后说说您这位伦凯德家族小少爷的闲话了，还请您谅解。”可吉恩却表示不必寻求他的谅解，因为他还不是先锋，严格来说并不是他们的上级。但卡金却一脸讥笑：“以您的身份想对付我，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吗？”吉恩表示：“你确实让我很厌恶。”卡金直接站起身来：“在我眼里，您不过是凭运气完成的任务，根本得不到我的认可。”吉恩面色一冷：“你好像误会了，我并不是因为你对我冷嘲热讽、出言不逊感到厌恶，而是因为你身为终极班实力最强的5星骑士，可却只会在我背后说闲话。”吉恩长剑指向卡金：“我说过了，你们随时可以向我发起挑战。”闻此，卡金再次确认：“您是认真的吗？”而当他听到吉恩肯定的回答后，他立即抽出长剑，猛地劈向吉恩，疯狂宣泄心中压抑已久的怒气。吉恩感受着剑身传来的力道，暗自心惊，卡金的力量确实非常强劲，但比起他之后要面对的敌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可下一刻，卡金突然贴到吉恩身前，裹挟着强悍的正气迅猛斩下，吉恩只能举起长剑奋力招架。卡金迅速抓住这个空档，狠狠一脚将吉恩踢飞。与此同时，剑光紧随而来。就在此时，一股玄奥的感觉涌上心头，吉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躲开卡金这下攻击，就如同上次被铁块袭击的那天一样，他也能看到卡金的攻击轨迹了。面对卡金狂暴的剑击，吉恩已经能游刃有余的轻松接下，久攻不下让卡金陷入更加的愤怒之中。而吉恩有自信在接下来3个回合中结束战斗，因为他已经看穿卡金的全部招式。面对吉恩的轻狂，卡金怒喝一声：“少爷，您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紧接着他的攻击变得更加狂暴，如同狂风暴雨下的汪洋，是要掀翻吉恩这一叶轻舟。可就在3招过后，吉恩一个瞬身来到卡金身下，磅礴的力量尽数灌入剑中，由下至上猛地挥劈而出，瞬间将卡金的长剑拦腰斩断。卡金一脸不敢置信的呆愣在原地：“我被骗了吗？您的剑术竟然达到了5星！”接着一把长剑指到他面前，吉恩目光冷厉：“我从未说过我还停留在4星，只不过是你对我不了解罢了。我从不打无把握之仗。”就在这时，托纳兄弟听到这边的打斗声后也打了过来。当他们看到这一幕后，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什么情况？难道吉恩战胜了卡金？而吉恩也没过多解释，只给他们留下了一句：“不必大惊小怪。”后便离开了现场，留下兄弟俩在原地久久不能平静。很快，卡金就将这件事禀报给吉恩2位姐姐，他们难以置信，再次跟卡金确认：吉恩才15岁，剑术就已经达到5星了吗？闻言，卡金低下头回应道：“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吉恩的正气确实超过了5星。”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安妮表示：“这是对我们展露獠牙了吗？”闻言，妙目光凶狠，满脸杀气：“不是对我们，而是对家族所有人。给吉恩分配下一个任务的时候，把我们的人也安排进去，必须要让他有去无回。”男孩年仅15岁就成为了5星骑士，更是将成名已久的老牌骑士击败。这个消息如风暴般引起整个家族的轰动，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因为在整个伦凯德家族历史上，只有3人在15岁成为5星骑士，分别是初代家主、父亲以及露娜姐。但大姐露娜却对家主之位毫无兴趣，因此二哥乔舒亚便成为了第1顺位继承人，并且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他现在的地位非常稳固。但吉恩的强势崛起打破了这种稳固的格局，因为父亲除了对露娜姐外，再也没有对其他人表示过肯定。他认为乔舒亚不适合当领导者，所以一直希望出现一位能取代乔舒亚的继承人。所以接下来父亲一定会对吉恩再次有所指示，虽然还不知道父亲会下达怎样的指示，但吉恩有2点可以确定：首先，他会考验吉恩能否克服年龄差，因为吉恩比所有继承人都小很多；其次，父亲会保护吉恩，不会让他在接受考验之前死在其他兄妹手里，因为他是继初代家主后唯一拥有影气的存在，并且在消息传开后，全世界的家族和各种团体都会前来拜访，所以父亲肯定会举办宴会。吉恩让吉利对此做好准备，尤其是看好乌拉凯。
如果他化成人形偷偷混进宴会就麻烦了。乌拉凯气急败坏跳起来：“你小子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吗？”可吉利却表示一定会牢记于心。3天后，吉利告知吉恩，家主会在1个月之后亲临本家，同时其他家族和团体到时也会前来拜访，到时候将会举办宴会。就在此时，管家神色慌张地破门而入：“少爷，您被分配了一个任务，但执行地是科隆遗址。”另一边，此时母亲正暴跳如雷地大发雷霆，怒骂在场的先锋到底是怎么办事的，竟然把吉恩派去吉普尔的领地。就在这时，吉恩推门走了进来，母亲见到吉恩来了后收起脾气，告诉吉恩这次的任务取消，他不用去科隆。此话一出，顿时引起安妮和妙的不满，可母亲却怒吼着让他们闭嘴，责怪2人一心想置吉恩于死地。可听到此话，却让他们的不满更加强烈。妙大声质问母亲：“我们的确想让他死，但这很奇怪吗？”一旁的安妮也愤怒地附和，非常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袒护吉恩，因为在伦凯德家族中，对于兄妹之间的斗争都是以默认的态度怂恿他们进行更激烈的竞争。在场的所有人从小就被打压算计，吉恩现在经历的他们也曾经历过。在听到妙和安妮的理由后，母亲缓缓闭上双眼。虽然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家族为了竞争确实可以不择手段，但你们15岁的时候实力达到5星了吗？吉恩与你们是不同的，如果你们小时候有他这样的实力，那么我也会保护你们。也就是说，你们2个没有被保护的价值，即使你们现在成为了先锋，却还是这么不成器，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听闻此话，妙和安妮顿时面如死灰，哑口无言。接着，母亲又将枪口对准了其他兄妹，他们2个闹出这种事情，同为先锋的你们却没有制止，所以你们3人都有责任。伦蒂亚回去反省，兰和维古格交还一把家族名剑。闻言，2人立即开口抗议，可母亲却冷漠地告诉他们，原本是想将他们的名剑全部没收，但现在只让他们交出一把，他们应该感到庆幸。在雷厉风行地压制住所有兄弟姐妹后，母亲将目光投向吉恩，他想知道吉恩在目睹这一切后会是什么反应，甚至因为他迁怒了无关的3人，吉恩会虚伪地让我惩罚他吗？还是会因为我对他的偏心而得意呢？母亲静静等待着吉恩接下来的表现，可吉恩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母亲，我很喜欢姐姐们给我分配的任务。母亲惊诧万分地一拍桌子质问吉恩，你知道科隆遗址是怎样的地方吗？可吉恩的回答却让妙和安妮心中狂喜，我知道，那是吉普尔家族的领地，家族曾经试图将其占领，但却失败了。我也知道那里很危险，但是我并不打算因此而退缩。兰还是家族千年一遇的剑术天才，可却被姐姐们安排十死无生的任务，就连他的母亲也劝他不要接受。可吉恩仍旧无所畏惧地答应下来，只因他不仅拥有表面上5星剑术的实力，背地里更是觉醒了影气之力和魔法才能。当他同时使用魔法和影气时，甚至能爆发出8阶法师的威能。可不了解的母亲却觉得吉恩是在逞匹夫之勇，你应该清楚你的姐姐们无法直接对你出手，所以只能利用先锋之权让你在任务中丧命。而吉恩在听到母亲的话后依旧面不改色，表示他现在与姐姐们决斗必输无疑，但如果他能成功完成任务，就会让他们受挫。母亲闻言仍旧担忧吉恩的安全，毕竟去克隆遗址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便询问吉恩是否有把握。吉恩自信一笑回应了肯定，但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如果他活着回来，哥哥们上交的名剑就归他所有。闻此，2位哥哥感到十分不解，告诉吉恩如果想要他们的剑，现在就可以给他一把，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接受任务，毕竟在父亲到来之前，吉恩必须活着。可吉恩对此却嗤之以鼻，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活着重要的话，当初姐姐们在分配任务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加以阻拦？这时母亲喝止了几人的争吵，并在答应了吉恩的要求后将所有人赶了出去。看着子女们离去的背影，母亲却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她原本还担心吉恩会变得跟露娜一样，所以才在她面前践踏了哥哥姐姐们的自尊心，但现在看来是她多虑了。可就在出来后，几人仍在针锋相对。安妮气势汹汹地盯着吉恩，怎么，你以为这次还能那么好运吗？吉恩淡淡回应，他的运气向来很好，你很快就不会这么从容了，因为这次不是单人任务，你在路上不会寂寞的。闻言，吉恩也猜到了安妮计划的1、2，但在危险的阴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不堪一击。多谢姐姐的关照，我们回见。几天后，吉恩便准备出发执行科隆任务，而他的队友全都是安妮派系的人。几人虚伪地跟吉恩打着招呼，表示之前多有不敬，请他谅解，从现在开始绝对不会让他失望。吉恩也跟几人客套回应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但心里清楚他们3人是安妮派系的人，想在危险之地趁此机会除掉吉恩。而这次的任务是抢夺克隆遗址的4件遗物。克隆遗址原本是由几千名原住民组成的部落，几百年前，吉库尔家族发现了科隆，他们杀害了大多数原住民，并迫使他们成为奴隶。只因吉普尔家族想要得到科隆部落的圣物魔力之泉，那是形似一面镜子的手工艺品，只要盯着它看魔力就能升至7星。吉普尔家族利用它打造了一支魔法师大军，不过在前世，他们是在10年后才开始量产制造魔法师的，也就是说，目前他们还没找到魔力之泉。想到这，吉恩不禁握紧长剑，今生他绝对不会让它落入吉普尔家族的手中。随后，他们探查到要找的遗物在3号仓库，虽然突袭并不难，但那里一定有警戒魔法。就在这时，吉恩表示考虑到回程的体力问题，他们先休息1小时再进行突袭，并掏出1包牛肉干递给他们。吉恩在看到3人都吃下了肉干后，便戴上了面罩，冷厉地看着3人：“你们就在这睡一会儿，我去就回。”几人只感觉天旋地转，接着就栽倒在地上昏睡过去。吉恩看着昏睡的3人感到无语，他们真当我是傻子吗？如果对我表现得像平时一样傲慢的话，自己反而不会那么防备他们。不过，狗听主人的命令本就是理所当然的。
男人上一秒还在谈笑风生，下一秒就变成狂暴嗜血的怪物，不仅拥有超高的再生能力，更是让天才剑军陷入苦战。吉恩独自一人潜入吉普尔家族的3号仓库，虽然这里有侍卫把守，但守卫却没有丝毫警戒心，毕竟没人敢跟吉普尔家族作对。就在此时，吉恩瞬间出现，解决掉一人，另一名守卫慌张举起武器大喊，接着长矛便向吉恩猛地刺去，在空中翻转2圈半后，吉恩猛地向守卫冲去，一个肘击将其打晕。接着吉恩来到仓库大门前，这竟然只是一把普通的锁，上面也没有警戒魔法，看来吉普尔家族并不认为这里有多重要。而当吉恩打开门后，门口赫然出现一个警戒魔法阵，世人都以为这是检测血统的，可这个魔法阵的实际作用是检测进入仓库的生物是人还是魔物，所以只要是正常人的血都能通过检测。吉恩用匕首划破了守卫的手掌，他没必要使用自己的血，免得留下证据。接着吉恩将守卫的血液洒在魔法阵上，魔法阵瞬间亮起了红色光芒。就当吉恩以为顺利破除魔法阵时，魔法阵突然爆发出剧烈的反应，刺眼的红光冲天而起。吉恩难以置信，他明明用的是守卫的人血，为什么法阵还是被激活了？也就是说，要么血的主人染上了疾病，要么就不是人。就在此时，刚才的2名守卫发生了异变，不仅身躯变得无比强壮，眼里还散发着妖异的红光。吉恩迅速与之拉开距离，同时手中释放出风魔法，一股龙卷风扩散覆盖这片空间，与外界隔绝。他原本不打算使用魔法，以免被附近的魔法师发现魔力波动，但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接下来必定免不了一战。面对猛冲过来的怪物，吉恩从腰间抽出匕首，在攻击到来的刹那迅速蹲了下去，紧接着趁着怪物攻击的空档猛然刺了过去。怪物吃痛，顿时发出吼叫，暴怒地向吉恩发起挥击。吉恩闪身躲开，紧接着拔出腰间的长剑，剑身磅礴的正气散发出强大的气息。见此情景，怪物脸上顿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他们似乎对吉恩的正气感到十分害怕。怪物拔出插在腹部的匕首，而伤口仅在2秒半内就开始自愈。吉恩见此暗自心惊，因为那是高级魔物才拥有的秒速再生能力，可那2个家伙在2分半前还是人类。吉恩猜想，难道他们是活体魔像？可制造活体魔像可是特等罪行，莫非吉普尔家族把这里当成实验室研究竞技魔法？而活体魔像的实力相当于4星武者，相比训练有素的4星骑士，他们攻击更为单一，可想要击败他们，唯有彻底粉碎他们的核心。一般来说，核心就藏在头部、心脏、丹田这3处。于是吉恩决定先瞄准其中一个，只见他手持长剑蓄势而发，猛地一剑刺穿了魔像的头颅，怎料魔像并未当场死去，手中利爪再次朝吉恩挥下。吉恩感觉到魔像的力量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比刚才更加狂暴了。在排除头部后，吉恩再次瞄准魔像的丹田，猛地一剑刺进他的体内，然而却没有发现想象中的核心。如此一来，就只剩一个地方了。紧接着长剑由下至上瞬间将其分成2半，核心随之掉落出来。吉恩一剑插进核心，此刻吉恩的内心无比愤怒，竟然把活人当成了实验体。与此同时，另一个魔像挥出利爪向他袭来，吉恩眼中寒芒一闪，反手将长剑深深刺入魔像体内，汹涌的正气瞬间将核心毁坏。在成功解决掉2只魔像后，吉恩的魔法也同时失效。这时，一道虚弱的声音传入吉恩耳里，此时魔像变成不人不鬼的模样，哭诉着祈求吉恩杀了他。吉恩闻言紧闭双唇，内心沉重地说了声好，接着一剑送他解脱。虽然不知道他们之前有过怎样的人生，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自愿成为活体魔像，因为一旦变身，他们就不会再拥有明天，只会沦为一种消耗品。他明明是剑术名门的天才剑军，却觉醒了隐气之力和魔法才能。当隐气和魔法合而为一时，究竟会引发何等恐怖的灾难？而让吉恩决定使用这2种力量的原因，是他发现了吉普尔家族惨无人道一面，他们竟然私下利用活人制作人体魔像，这在帝国属于特等罪行。吉恩怀疑姐姐是不是知道这里的情况，所以才给他安排这个任务。不过即使吉恩将这里的情况公诸于众，吉普尔家族也一定会矢口否认，就算被调查，也会利用权势抵赖到底。而现在的他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只能先将魔像碎片证据保留。不过眼下还是得先将任务完成。吉恩看向仓库货架上的各种物品，全部都覆盖了警戒魔法。原本他可能还要为破除警戒魔法费上一番功夫，但现在2名守卫以活体魔像被杀，所以无论他在这里如何肆意妄为，吉普尔家族都会悄悄善后，不会把事情闹大。只见吉恩将魔力尽数凝聚在手中，庞大的魔力逐渐化成烈焰，紧接着又用另一只手唤出一团影气，2股能量在碰撞中融合。下一刻，一团散发着骇人之势的恐怖能量在吉恩手中跳动，随着吉恩的一声大喝，火焰爆发，一瞬间无穷烈焰就将整间仓库焚烧殆尽。几天后，安妮和缪正蹲在地上鼻青脸肿，露娜生气地责问2人为什么要把吉恩派去吉普尔家族的领地，他可是比你们小10岁啊。可他们却反问露娜真的不知道原因吗？闻言，露娜表示难不成你们是想和吉恩打排位战？但是在排位战中，先锋只能以先锋为对手，这是不成文的规定，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先锋的耻辱，就连同为先锋的露娜都为他们感到羞愧。可这话顿时让安妮恼羞成怒，姐姐，你从来都不在乎排位赛的情况，你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侮辱我们？露娜讥讽一笑，如果获胜的是你们，我也不至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但是吉恩已经成功完成了任务，此时他应该已经向母亲汇报完情况了。现在知道为什么说你们是耻辱了吧？从结果来看，你们是为吉恩提供了展现实力的机会。闻此，二人顿时如鲠在咽，再也无力反驳。就在他们离去时，露娜给予了二人一个忠告：吉恩并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人，所以你们以后还是小心为妙。虽然我们的路早已背道而驰，但你们两个毕竟是我的妹妹。在二人走后，乳母感慨露娜刚回本家就教训妹妹，好像又回到了青春的时候。露娜却表示自己的青春期早就过了。接着她询问乳母，是不是也觉得他们两个不是吉恩的对手？乳母认为只需再过5年，即便是正式决斗，他们也打不过吉恩少爷了，而这也与露娜的观点一致。接着他又询问调查暗杀吉恩事件的进展如何，乳母告诉他，这件事情可以排除安妮和妙，那时他们还在中级班，根本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托纳兄弟也可以排除在外，还有玛丽和尤娜也不可能。那么剩下有嫌疑的人，就只剩下乔舒亚少爷和迪普斯少爷，还有兰和维古少爷以及伦迪亚小姐。先不说兰和维古少爷，另外3人就不能轻易对他们进行调查，因为他们3人在家族中地位十分稳固，如果暗中调查很可能会惹上麻烦。于是露娜决定先静观其变，乳母让露娜也不必太过担心吉恩，毕竟吉恩现在安然无恙，而且实力提升速度非常惊人。另一边，吉恩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乌拉凯凑过来询问吉恩任务是否顺利，吉恩却表示有一个东西要给他们看。只见他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着科隆遗址带回来的魔像标本，并告诉他们这是仓库守卫变成的活体魔像。乌拉凯听到后顿时瞳孔地震，上次他发现了墓地巨人，这次吉恩竟然遇到了活体魔像，他不明白吉普尔家族到底在搞什么鬼。乌拉凯转过头严肃地跟吉恩确认，在得到吉恩肯定的答案后，乌拉凯满脸认真地让吉恩抽空和他再去一趟，他要亲自去问问吉普尔家族到底要做什么。而原本因为活体魔像的事情，吉恩再去科隆遗址的话心里会有些不安，但既然乌拉凯要与他同行，那就安全多了，还可以趁机找一下魔力之泉。反正不管他们怎么闹，吉普尔家族都会把事情压下去。想到这，吉恩便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吉恩如往常一样参加特训，可杰德此时却告诉吉恩，从明天开始，他不用再参加任何训练，因为下周家主会对他另有指示。一旁的托纳兄弟听到后，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猜测父亲该不会是要任命吉恩为准先锋吧？而准先锋是在成为真正的先锋之前，为了积累声望离开家族，在离开后家族不会提供任何帮助，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可吉恩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激动地握紧拳头。此时他心中无比高兴，他终于可以不用再顾及旁人的眼光，尽情壮大自己的力量。兰还是剑术名门的天才剑君，更是伦凯德家族最小的儿子，年纪15岁就成为5星骑士，家族甚至为他召开1000人宴会，来访人物无不是非富即贵之人。他的半神境父亲更是率领大军亲临。原本父亲打算在黑海闭关10年，可没想到这个小儿子总是妨碍他的训练。卡恩也出言赞叹道：“在飓风城时我就知道吉恩绝非等闲之辈，但没想到吉恩会强大到这种地步。”父亲沉默了片刻后告诉卡恩，这是因为他充满了斗志。在第一次去飓风城时，他就从吉恩7岁的眼里看到他斗志昂扬的眼神，那刚到剑之庭园时挑衅哥哥们的样子也让他印象深刻。就像吉恩天生就知道如何挫败对手，因此他的哥哥姐姐们才会不断的打压他，一次次的想将吉恩置于死地，但吉恩却每次都能平安归来，甚至他的剑术也已经达到了5星。不过最让他吃惊的还是吉恩竟以一己之力斩杀了白狼族的战士，向父亲证明了他所坚守信念的价值。2天半后，父亲到达了剑之庭园，而家族之人都早已在此等候。父亲慰问母亲辛苦了，母亲告诉他孩子们都长大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他们在操心。可父亲却冷冷道，如果他们真的表现良好的话，我就不必离开黑海亲自回来了，因为他知道今天来访的客人只会看他的脸色行事，并不敬畏他的孩子们。在路过吉恩身前时，他看到了被吉恩别在腰间的名剑，这2把剑曾是他赐给兰和维古2人的，于是便询问他们为什么把剑送给吉恩。2人闻言一阵汗流，尴尬表示是被吉恩抢走的，因为他们当时说好吉恩完成科隆任务剑就归他。父亲听到后不禁哈哈大笑，他拍了下兰的肩膀打趣道，你们不觉得吉恩很狡猾吗？有时候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我的亲儿子。夜晚，吉恩和父亲并肩站在窗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本家的宴会，虽然前世他也参加过几次家族宴会，但他都是只能像个罪人一样躲在暗处。没想到在他死过一次后，竟然和父亲一起成为了宴会的主人公。父亲告诉他，伦凯德家族很少会举办宴会，只有在发生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时才会举办。也就是说，吉恩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比起7年前举办的宴会，这次宴会多了200人。也就是说，伦凯德家族的权势比7年前更显赫。尽管这些年父亲一直在黑海战斗，可即便如此，伦凯德家族的威势仍在不断增强。而原因很简单，全凭父亲是现今唯一的创圣骑士。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一旦父亲不在，今天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可能与伦凯德反目成仇，并且伦凯德家族的实力也会远低于吉普尔家族。到那时，吉普尔家族将独领风骚。这时，吉恩却突然说出令父亲难以置信的话：如果家族被吉普尔家族打压，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那么我将会离开家族。闻此，父亲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接着吉恩继续开口解释，如果因为父亲不在伦凯德家族就垮了的话，那只能说明下任家主无能至极，他不会让自己被那种家主害死。说到这，吉恩话锋一转，询问父亲他们手中握有多少这些人的把柄。在来之前，吉恩将抢来的剑还给了维古，作为交换，让他把先锋才能查看的家族委托合同给他查看。
吉恩在上面看到了每个家族的各种罪行，托了伦凯德的福，这些人现在才能厚着脸皮活着站在这里，否则仅凭他们做过的那些事，就足以让他们死上无数次了。他只是大致看了下，就掌握那么多除了剑以外的武器，相比父亲和母亲他们手里掌握的更多。如果非创圣骑士的家主想要引领家族前进，他就必须具备超强的协商能力，利用这些把柄守护好家族。父亲听完后却觉得这些把柄吉普尔家族也一定有，可吉恩却自信一笑，吉普尔家族不会用这些把柄要挟这些人，因为恶棍形象只属于伦凯德家族，吉普尔家族只会扮演老好人。总而言之，如果下任家主无法将他们充分利用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家族，然后为报复吉普尔家族做准备。闻言，父亲摸着下巴赞同了吉恩想法，毕竟只有活着的人才能报复敌人。父亲目光看向吉恩，其他的孩子绝对不敢在他面前做出伦凯德家族没落的假设，只会说一些不自量力的话诉苦，而吉恩却冷静坦率地袒露了他内心的想法。想到这里，他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只可惜自己在晚年才生下了吉恩，他兼具着露娜的天赋、玛丽的野心，还有迪普斯的斗志，短则10年，长则15年，这是他能守护家主之位的年限。在这期间，吉恩能否改变继承人的顺位情况？接着，父亲让吉恩在宴会结束后等候自己的召见。闻言，吉恩不禁握紧了拳头，看来父亲要赋予他准先锋的职位了。可就在这时，一名下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禀报，有几名没有发过请柬的客人告访。父亲听到后面色一明，当即就猜到了来人身份，难道是吉普尔家族的人吗？作为剑术名门合格的家主继承人，吉恩不仅得要拥有无双剑术，更是得有一副会心妙舌才能执掌乾坤。就在宴会开场前，父亲收到了死对头吉普尔家族不请自来的消息，顿时觉得他们可真够狂妄的。他们一共来了5人，为首的是副家主安德烈。父亲告诉下人放另外4人进来，而安德烈则是让他立刻滚。接着父亲询问吉恩觉得他的做法是否过分，可吉恩却表示感到十分痛快。如果安德烈觉得受到了屈辱而带领吉普尔族人离去，那就是无视了伦凯德家主的命令，而在剑之庭园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父亲将有理由砍掉他2条腿，所以安德烈一定会按照父亲说的做。随后宴会正式开始，父亲带着吉恩出现在2楼，并向众人介绍起了吉恩。他这个在晚年生下的儿子十分出色，令他感到十分高兴，所以在这里他要感谢吉恩。说完后，下方响起一阵掌声。接着父亲又告知众人宴会的规矩，如果在宴会上喝醉了出现斗殴的情况，会被守护骑士请去决斗场，败者要服从于胜者，但胜者也不能过于为难败者，毕竟这还是一场宴会。吉恩看向身边的父亲，虽然父亲说得很温和，但实际上这就是一场冤家派对，掌控着大陆各大势力的风云人物聚集在此，他们之前的恩怨情仇错综复杂，如果只是普通宴会可能就只会比比气势，但这可是伦凯德家族的宴会，无人敢打破父亲的规矩，就算他们不能将仇人杀死，也能将其狠狠暴打一顿，因为这是在疯狂的伦凯德家族。父亲在宣告完后让吉恩也加入宴会，如果有看中的家伙就把他拖走，但不能选比他弱的，除非他侮辱了你和伦凯德家族。吉恩自信一笑，我知道，还有一点就是我绝对不能输。父亲表示这是必须的，否则他将会收回吉恩现在拥有的一切，包括布拉达曼特和他的乳母。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吉恩不由得感慨，这还是他第一次和父亲这样聊天，就如同一对寻常父子一般。但吉恩今生的目标可不是当一个讨喜的儿子，而是超越父亲。在吉恩加入宴会后，托纳兄弟小心翼翼凑到吉恩身旁，动作僵硬地跟吉恩热情打招呼。在跟兄弟2人客套几句后，吉恩贴到兄弟2人耳边，轻声告诉他们，适当说几句得意的话，你们就走吧。兄弟俩紧张的磕巴巴地答应了吉恩。就在这时，一名长发男子来到了吉恩打起招呼，刚想自报家门，吉恩就抢先道出了来人的身份，你是卡恩家族的第一先锋吧？托纳兄弟见状非常识趣地离开了这里。可就在吉恩交谈之际，一只大手突然拍在吉恩的脑袋上。我一直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小鬼，在15岁就达到了剑术5星，见到你很高兴，我叫乌格。吉恩强忍着心中的怒火，脸色十分阴沉地应和他，可乌格还是一点都不客气地套着近乎，并表示吉恩虽然是伦凯德族人，但不至于没对他用尊称就摆脸色吧，在武者的世界里他可是前辈，虽然吉恩身为后辈很了不起，但也太没礼貌了吧。闻此，吉恩转过头，神情冷漠地看着乌格，你给我听好了，你刚才的言行对于我和所有尊重我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如果你喜欢搞前后辈这一套，就更应该注意，这里大部分人都是你的前辈吧，你应该看到了你的前辈们对我是什么态度吧，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你的前辈们道歉吧。乌格闻言顿时满头大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在这时，一旁的人们纷纷上前打起了圆场。乌格，我就知道你这张嘴迟早有一天会闯祸，小少爷饶了你一命了呢，别像个女人一样磨叽，爽快的道个歉。见此情景，乌格弯腰向吉恩和各位前辈们道歉，而吉恩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在乌格离去后，露娜姐来到吉恩身边，她也目睹了吉恩卓尔不群的这一幕。你可真是会树敌啊，偶尔像个普通孩子一样可爱点也不错的。但吉恩却表示自己现在代表的可是伦凯德家族。露娜这时又问道，如果乌格向你发起决斗的话，那你该怎么办呢？他可是一名6星武者。闻言，吉恩告诉露娜，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图科家主和元老们一定会过来劝架。听到吉恩的分析，露娜不由得惊叹，你居然连这个都算到了，难道是在什么地方学过贵族的勾心斗角吗？但可能正因为吉恩的天赋极高，头脑又聪明，所以才有人想在飓风城里暗杀他吧。想到这，露娜决定像吉恩一样给所有人提个醒，她一把将吉恩脑袋搂过来依偎在他身上。露娜要用这种亲密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吉恩是她非常疼爱的弟弟，这样有人就会因此而忌惮。在
在场的人见此都十分震惊，能看得出身为9星战神的露娜是有多疼爱他这个弟弟。但有一个人见到这一幕后，槽牙都快咬碎了，甚至用力过猛把手帕都咬了下来。比修凯大人，我真的太羡慕他了，我也想跟露娜大人依偎在一起。而他正是金杰罗的布巴尔。身边的副团长比修凯见到布巴尔这番模样，嫌弃的让他闭上嘴。这时比修凯的妹妹却让他尊重布巴尔，也许露娜对他来说很重要，而且多亏了布巴尔推他过来，他才能舒服的在这里观看这场冤家派对。闻言，比修凯叹了口气，无奈的捂着脸。而身为主人公的吉恩在打发完身旁的人后，开始寻找着吉普尔家族的人。就在这时，一只酒杯重重的砸在他眼前，而少女头上的徽章是那么眼熟。只见茜丽丝阴森森的盯着吉恩：“我可以邀请伦凯德家族的超新星和我喝一杯吗？很荣幸见到你，吉恩·伦凯德少爷。”男孩只用了一个纯洁的笑容，就俘获了密宫之主女儿的芳心。本以为吉恩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可2年半后的再次重逢，却摇身一变成为剑术名门的天才剑君。他们之间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而在发现吉恩就是自己当初救下的呆萌少年后，茜丽丝阴沉着脸邀请吉恩和自己喝一杯，可他却装作第一次和吉恩见面，有说有笑的互相客套，这让吉恩满脸疑惑。茜丽丝明明认出了自己，为什么却丝毫不提马米特那件事？毕竟当时他只是在脸上沾了点灰，所以他不可能认不出来。就在此时，茜丽丝突然话锋一转：“对了，吉恩少爷，我有件事想问你，你小腿的伤好了吗？”茜丽丝神色阴冷盯着吉恩，不由得让吉恩心中一阵发怵。吉恩硬着头皮回应道：“多亏了某个大人物亲手帮我涂药，我才能好得那么快。”茜丽丝嘲讽没看出来吉恩脸皮居然这么厚，并让吉恩向他解释一下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月光井旅馆。他的手下始终没有找到使用魔法的恐怖分子，后来想到自己放走的那个少年会不会就是犯人呢？吉恩却表示茜丽丝想太多了，伦凯德家族禁用魔法的事情举世皆知，可茜丽丝却认为吉恩当时在执行任务，说不定他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所以雇佣了魔法师。因为现场只有密宫成员值得伦凯德族人出手，所以他必须要向吉恩讨个说法。闻言，吉恩表示这都只是你的猜测，根本就没有指向他的实际证据。茜丽丝见到吉恩如此嘴硬，也是气笑了。既然打算一直跟我装糊涂，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要跟你进行决斗，狠狠把你揍一顿，然后再向这张可恶的脸上吐口水。可吉恩却说父亲警告过不让他比自己弱的人决斗。闻言，茜丽丝愤愤不平地死盯着吉恩，但这时吉恩又说，如果你非要如此的话，那么我也可以答应你。片刻后，2人来到了决斗场，吉恩让除医护人员外其他人全部退下，并吩咐拿来2把好用的剑，随后看向一旁在做准备的西丽丝。在午夜之后，看热闹的人才会涌入决斗场，她毕竟是密宫公主的女儿，如果吉恩在众人面前将她打败，对她来说太残酷。这时茜丽丝转身要求吉恩答应她一件事，如果他赢了，就将那天在月光井的事情原本地告诉他。吉恩听到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但他也提出了要求，如果他赢了，茜丽丝就当那天没有看过自己。说罢，便持剑向茜丽丝猛冲过去。可就在此时，吉恩注意到眼前竟然有冰晶飘落，下一秒，茜丽丝的剑锋就携带冰霜之气袭来，而这正是拥有安多尔玛家族血统的人特有的技能——万冰剑。长剑之上覆盖着寒气逼人的冰霜之力，剑锋所过之处皆被冰冻。吉恩没想到茜丽丝一上来就使用秘籍，对于他这个还没有被传授家族秘籍的小儿子来说可太难过了。然而茜丽丝根本才不管那么多，一剑将吉恩挑飞，紧接着爆发出更强烈的寒气，连绵不绝地向吉恩全力发起进攻，但吉恩依旧游刃有余地全部挡了下来。2人之间相差1星的实力差距也逐渐体现，但茜丽丝仍旧有信心打败吉恩，只要他施展出万冰剑30，就足以抵消他们之间1星的实力差距。但他的体力和腕力都远不如吉恩，所以他必须速战速决。而在交战中，吉恩也摸清楚了西丽丝的剑技，虽然他能施展万冰剑，但他的攻防招数完全比不上自己，所以接下来茜丽丝一定会用出更强的秘籍来取胜。但吉恩不清楚茜丽丝的秘籍到底有多强，所以他也要拿出自己的秘籍来反击，而他就掌握着飓风城秘传中最强的几种。就在此时，茜丽丝突然露出一个迷之微笑，结束了。吉恩·伦凯德随即发动了万冰剑第30雪崩，漫天寒霜铺天盖地向吉恩袭来，冰晶蕴含着强大的正气，瞬间划破吉恩脸庞。而处于风暴中心的西丽丝露出自信的微笑，他感觉自己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然而吉恩却突然扬起嘴角，这顿时让茜丽丝不淡定了，自己明明已经施展了雪崩，就算他是15岁的5星天才也难以抵挡这种攻势，可为何他却感到如此不安？突然间，吉恩的剑锋破开风雪刺到他眼前，茜丽丝连忙侧身躲过了吉恩的突袭，然而吉恩的长剑竟承受不住那强大的力量，裂痕不断的迅速蔓延。吉恩顿感不妙，急忙让茜丽丝快躲开。下一秒，一股猛烈的爆炸在西丽丝的寒霜中炸裂开来。伦凯德天才少爷对决密宫小公主，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吉恩为了在和茜丽丝的对战中获得胜利，首次尝试使用秘技，但让他没有料到，长剑竟然承受不住秘技的力量，当场炸开。吉恩心急如焚地冲向爆炸中心，这一击的威力根本不是西丽丝可以抵挡的。如果他没有及时避开的话，非死即残。而当他看到茜丽丝安然无恙时，长舒了一口气。但茜丽丝此时却陷入了无尽的自我怀疑中，她难以置信自己竟然因为怕死怕受伤，所以躲开了。作为密宫之女的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吉恩连忙上去关切询问茜丽丝状况如何，同时看出了茜丽丝的心境出了问题。虽然他当时听到了吉恩的警示，但他仍想接下吉恩的秘籍。可面对生死存亡，他还是退缩了。即使他自尊心再强，再重视名誉，但他年龄还是太小，无法
法抑制住求生的本能。面对一蹶不振的西利斯，吉恩轻声安慰：“如果是他的话，也一样会躲开，而你一样会大声提醒我，所以你不必太过自责。”谢利斯听完后，默默从怀中拿出一盒药膏，接着涂抹在吉恩脸上的伤口。这就当报答你饶我一命的恩情吧，因为这条命是你施舍给我的，我也会做回我的大人物，所以你不用替我担心。说罢，他径直转身离去。对了，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明天见。吉恩看着茜丽丝离去的背影，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第二天，吉恩发现宴会的人少了很多，这也就意味着他能去见见吉普尔家族的人了。听说来访的几人年龄都在15到20岁之间，正好与他年龄相仿，可以借此机会比较一下魔法实力。虽然他还想问下科隆的事情，但还是决定到时候再跟乌拉凯一起去调查。有了乌拉凯的帮助，寻找魔力之泉也会容易很多，还能断绝将来吉普尔家族制造魔法师大军。就在这时，吉恩面前出现了一只眼熟的猫咪，愣在原地想伦凯德家宴上怎么会出现一只猫？可当看清那是乌拉凯后，怒气值迅速上升。西利斯看向乌拉凯项圈上的名字，询问吉恩这是他取得吗？而当乌拉凯看到吉恩的那一刻，瞬间炸毛。吉恩眼中闪烁着无法遏制的怒火，仿佛要将乌拉凯生吞活剐一般。就在这时，吉恩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我就知道，只要跟着那只猫，就一定能找到你。”一个白发少年高兴地跳到吉恩面前：“我终于见到你了，吉恩·伦凯德，我可是每天都在想你啊！”西利斯和乌拉凯一听，好家伙，这信息量有点庞大呀，随即便转身离去，不打扰二人交流激情。少年指向吉恩，告诉他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是北，让他想想自己是谁。然而吉恩却表示对他完全没有印象。闻言，少年一拍吉恩肩膀，他没想到吉恩的记忆力竟然这么差，于是便打算直接告诉他的名字：“我叫贝。”吉恩却突然开口打断了他：“我知道你叫贝拉丁·吉普尔。”不耐烦的一把拍开贝拉丁的手，告诉他之所以一再装没印象，就是不想让他套近乎。可他怎么就这么不识相呢？闻言，贝拉丁单纯的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这让吉恩一阵无语。这个傻乎乎的家伙，真的会在30岁时成为9星法师吗？接着，贝拉丁骄傲地跟吉恩炫耀，他的魔法已经达到6星了，比他的剑术都还要高1星。可听到这话，吉恩却愣住了，他难以置信，吉普尔家族魔法天赋最高的贝拉丁，18岁时竟然才成为6星法师，而吉恩预计自己到了18岁时，魔法至少能达到7星，这让他都怀疑贝拉丁是不是在隐瞒实力。可当他看到贝拉丁一脸得意的模样时，他就打消了这个想法。这让吉恩客观地确认了自身潜力，那就是自吉普尔现任家主之后，站上魔法顶峰的人将会是他。接着他询问贝拉丁，他们家族并没收到邀请，为什么要来参加自己的宴会？闻言，贝拉丁咧嘴一笑，是因为我缠着安德烈叔父，非要他带我过来的。听到这话，吉恩有点无语，不过是小孩子耍赖皮而已，就让吉普尔副家主同意了踏足敌人的地盘吗？吉恩摆摆手，让他待在这里安分点，就要离去。贝拉丁顿时感觉被冷落，表示知道吉恩的父亲对他的叔父手下留情了。他再次搭上了吉恩肩膀，作为交换，贝拉丁答应吉恩以后不提前打招呼，就来参加吉普尔家族的宴会，也不会伤害他。吉恩目光一瞥，那如果我发动恐怖袭击呢？可贝拉丁却龇牙一笑，我绝不食言，就算是你发动恐怖袭击，我也不会杀了你。如果发生战斗，我也不会对你出手。吉恩看着这个奇怪的家伙，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留下一句你可真是个傻子，转身离开。他要去处理另一个麻烦了。从刚才开始就有个让人不快的家伙盯着他。吉恩来到一个人影身后，这位客人，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此人正是金杰罗的布巴尔。可没想到布巴尔却向他询问露娜大人什么时候会再露面，并掏出一本书递给吉恩，想让吉恩把这个转交给露娜。上面是他为露娜彻夜创作的诗集，包含了他满满的爱意，只要露娜看到就会明白他的心意。随即又露出一个痴汉般的笑容，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叫您一声小舅子。此话一出，贝拉丁顿时将刚喝下的红酒喷了2米半，而吉恩的怒气值也瞬间拉满，一把抢过了布巴尔手里的书本，当场给他撕了个粉碎，随后狠狠地踩在地上。吉恩怒发冲冠，简直气得就快要爆炸。布巴尔不仅随意将姐姐的名讳挂在嘴边，还敢说什么小舅子，真是一点都没有把伦凯德家族放在眼里啊！他当即让守护骑士将这个家伙拖到决斗场，可布巴尔大难临头还不知悔改，高喊着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吉恩不能这么对他，而且他还是伦凯德家族的客人，哪有这样的待客之道？可吉恩却充耳不闻，将他压到了决斗场内，一把将他甩在地上。只见吉恩神色凛然，猛地一把扯下的外套，我要与你徒手格斗。南韩明明只是5星剑术的实力，却敢越级挑战7星强者，甚至在对决中顿悟8星骑士才能使用的星剑，而起因是一个死肥宅竟然厚颜无耻的想要当吉恩的姐夫，这让吉恩怒发冲冠的将巴布尔拖到决斗场，他要狠狠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这一幕刚好被比修凯二人看到，他们搞不懂布巴尔为什么会惹上了吉恩，就连茜丽丝和乌拉凯也觉得莫名其妙，想不明白吉恩为什么会挑上那种家伙决斗。而最懵逼的当属布巴尔，他怀疑是不是吉恩发现了自己5年前帮助吉普尔家族暗杀他的事情。接着主持人宣布了对决主人公，正当布巴尔想跟吉恩自我介绍一下时，一只愤怒的拳头已经轰在了他的大脸上。吉恩神色冰冷地盯着布巴尔，我不想知道你这种家伙叫什么。布巴尔见状也不打算再跟吉恩客气，拳头上爆发出正气，猛地一拳砸下，狠狠轰在吉恩的脸上。吃瓜群众看出了布巴尔是6星武者，看样子还十分擅长格斗术。吉恩如果输了的话就丢人了。一击得手，布巴尔顿时嚣张大笑地嘲讽吉恩，就凭你这点实力也敢跟我决斗，我会让你痛哭流涕跪下来求我。可他话音未落，吉恩的大手就猛地扣在他的脸上，紧接着拳头如疾风骤雨般疯狂
狂落下，当场打得他哭爹喊娘，血液狂飙，毫无还手之力。这时，观战的马艾拉愤愤不平，表示既然已经分出胜负，为什么吉恩少爷还如此残暴地蹂躏对手？哥哥，你作为布巴尔的朋友，打算袖手旁观吗？比修凯本想解释他们是公平对决，然而马艾拉却不给他机会，他认真地盯着比修凯。哥哥，身为你的妹妹，我对你非常失望，我希望你能教训一下吉恩少爷。闻言，比修凯摸着额头，无奈地叹了口气，也只好答应了下来。他径直朝着吉恩走去。少爷，把那家伙放了，我们来比一场如何？吉恩将布巴尔甩到一旁，然后直面准备迎战比修凯。他是伊夫家族的七星骑士，无论输赢，吉恩都能有所收获。比修凯家族的剑术十分值得他学习，因为他们家族的前任家主是连父亲都认可的强者。吉恩这时将目光放到马艾拉身上，这个任性的小姐为了自己的一己之欲，竟然不惜为难自己的哥哥，真是可笑。看得出来，比修凯十分疼爱他这个妹妹，因此吉恩能理解她的心情，就像大姐露娜那样疼爱自己，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侮辱露娜。吉恩警告比修凯管好下人的嘴，怎料比修凯却告诉他，那家伙不是自己的下人，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人。是布巴尔说错了什么话吗？听到这个名字，吉恩心头一震，他现在才知道刚才那个胖子就是上一世大名鼎鼎的变身术士布巴尔。但同一时间，吉恩脑海里浮现出了更多的疑问：布巴尔与比修凯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上一世，布巴尔被逮捕时，并未传出他与伊夫家族有牵扯的消息。比修凯是否知道他是变身术师？但眼下不容他多想，因为他面对的可是一名七星骑士，他得集中精力应对这场战斗。下一刻，比修凯几乎在瞬间冲到了吉恩面前，仅是一个照面，吉恩就知道比修凯的实力不止七星，他高明的剑术甚至能与杰德叔父比肩。以吉恩目前的能力，根本无法看穿他的剑招诡计。刚一交战，吉恩就落入下风。吃瓜群众纷纷认为吉恩坚持不了多久，可贝拉丁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只有他知道伦凯德家族的人遇强则强。如果说伊夫家族的剑术是狡猾的蛇，那伦凯德家族的剑术就是狂奔的犀牛，即使脚会断裂，犀牛也不会停止撞击。就在此时，比修凯的长剑划破了吉恩胸口，而吉恩的反击却被他轻松躲开。吉恩感觉比修凯甚至没有使出全力，但他以5星实力跟比修凯打得有来有回也是事实。虽然吉恩感觉自己已经快到极限了，但他在对决中又开始出现那种玄奥的感觉。于是吉恩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去感受，磅礴的正气劲数从剑身喷涌而出。比修凯此时也想要结束战斗，手持长剑猛地突进跃向吉恩，可面对比修凯的攻势，吉恩依旧巍然不动。下一刻，伴随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吉恩手中长剑瞬间被横扫破碎，最终在吉恩脖颈前停下。剑气的余威顿时让吉恩晕厥倒下。与此同时，比修凯脖子凭空出现了一道细小剑痕，虽然只是划破了他的皮，但却让他感到无比震惊，因为在那一瞬间，他感觉似乎有一把剑即将斩下他的头颅。剑术名门的天才剑君到底有多强？以5星实力越级挑战7星强者，甚至在决斗中领悟8星骑士才能使用的星剑，差一丝将其头颅斩下，这让比修凯感到难以置信。因为在刚刚长剑碎裂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脖子一阵刺痛，似乎有把无形的剑锋要斩下他的脑袋。如果吉恩的反应再快0.1秒，而他又慢上0.1秒，那么他将会身首异处。年仅15岁就领悟了星剑，真是一个可怕的家伙。2天后，一只大肥猫死死地压在吉恩脸上，而吉恩也因为不能呼吸憋醒了过来。他一把抓起乌拉凯后，发现这是自己的房间。见吉恩醒来，吉利连忙端来一杯水，告诉吉恩他已经昏睡了2天，宴会也已经结束了。吉恩听到后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次宴会的客人都是为他而来，而他却没能跟客人们打声招呼，真是有失体统。可吉利却安慰吉恩，他与比修凯的战斗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那场决斗足以作为您的回礼了。最惊艳的是您最后施展的星剑，差一点就反杀了8星骑士，这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吉恩回想起自己的星剑虽还不完美，但的确起到了效果，也多亏了露娜姐对他的指导，因为一开始他根本无法理解那项训练，但现在终于见到了效果。虽然吉恩只是在极限状态下的无意识使出，但在5星就能粗略领悟8星的星剑，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了。此外，这场宴会吉恩还得到了很多收获，他确认了贝拉丁在家族的地位，还跟密宫继承人有了一点交情，以及布巴尔和比修凯之间有来往。就在这时，吉利捧来了一束花，告诉吉恩这是西利斯留给他的，还调侃他是不是对吉恩有意思，但吉恩却否定了吉利的话，因为这是密宫的雪花，话语是无止境的战斗。吉恩觉得茜丽丝应该是想和自己再较量一次。接着吉利告诉他，家主让吉恩醒来后立刻去找他，他猜测家主这是要任命吉恩为准先锋出去历练。吉恩闻言也认同吉利的观点，看来自己要离开家族一段时间了。随后吉恩着装整齐来到灵庙面见父亲，父亲在见到吉恩后略微有些惊讶，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孩子们穿着这种外出服来见自己了，看来吉恩已经预料到要外出历练了。接着父亲询问吉恩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吉恩正色的回应，这是灵庙。如果说剑之庭园是为了让家族更繁荣设立，那这里就是为家族做出特殊贡献的英雄设立的。可父亲听到后却叹了口气，没错，这里是为1000年来一次次的让家族脱离
脱离危机的人而设立，但唯独初代家主泰马尔·伦凯德没能葬在这里，甚至也不在剑之庭园。而你拥有的那种黑暗力量，就是我们无法缅怀他的原因。自初代家主死后，伦凯德就被迫与普吉尔签订屈辱盟约。吉普尔家族的神合力诅咒了伦凯德的血统，因此自初代家主之后的人再也无法使用魔力。这时父亲神色凝重地询问吉恩：“你能用这种力量打败你哥哥姐姐们，并最终征服整个家族吗？”而吉恩却告诉父亲，如果在外面闯荡的过程中没有比伦凯德家族更有价值的猎物，就回来按他说的做。听到这个回答，父亲露出一个微笑。其他的孩子离开家族历练是为了得到家族的认可，而你却是为了寻找家族值得认可的地方而离开，真不知道该说你了不起还是傲慢。接着父亲伸出手掌，我给你5年时间，你要在此期间得到家族的认可或者认可家族，然后回来给我一个答案。闻此，吉恩拔出腰间佩剑，神情庄重立于胸前。这段时间以来很感谢你，父亲。5年后见。在告别了父亲后，吉恩没做任何停留，走出了剑之庭园，而前方的人影让他不禁眼前一亮。只见除了乌拉凯以外，吉利也提着行李在门口等候吉恩。这时吉恩注意到吉利手腕上插进的东西，吉利却故作轻松，表示暂时不能使用正气。虽然他早就听前辈们说过，但突然失去力量还真是不习惯。不过如果依靠乳母力量累积声望，反而会有损吉恩的名誉，因此吉利让吉恩不要太挂在心上。闻言，吉恩心疼地向吉利许诺，不仅是未来5年，他一定会保护吉利一辈子。吉恩最后回头凝望一眼家族大门，上一世他是被扫地出门，而今生他却是背负着父亲的满怀期待离开。随后两人一同踏上了历练征途。对吉恩来说，他的人生现在才开始。吉恩·伦凯德的名字将会响彻世界。男孩年仅15岁就被赋予准先锋职位，他的半神父亲更是将家族兴旺寄托于他，只因他是自初代家主后唯一觉醒勇气之人。虽然父亲仅凭一把剑就达到了半神境界，可还是没能废除与吉普尔家族签订的屈辱盟约。而如今，吉恩成了他们解放伦凯德家族唯一的希望。而此时，吉恩已经踏上了历练的征途。因为吉恩的不辞而别，吉利担心最疼爱吉恩的露娜和训练生们会因此伤心，可吉恩却毫不在意。露娜姐原本就是个潇洒不羁的人，至于训练生们，吉恩怕他们太肉麻了，如果跟他们道别，说不定他们会在家族门口行剑。接着吉利询问吉恩接下来第一站选择哪里，而大多数先锋们都是首选了马米特，因为想要提高声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抓捕逮捕。伦凯德家族的准先锋在成为真正的先锋之前，都必须去外面闯荡来打响自己的名号，以此来得到家族的认可。在此期间，家族不会提供任何援助。而玛丽姐曾在19岁时击败了南部大陆的各个强者，在获得了狂风玛丽的外号后成为先锋。此外，其他哥哥姐姐们都是在6个月到2年后回归，可父亲却给了吉恩5年。他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吉恩彻底领悟隐气的巅峰。想到这，吉恩决定了第一个目的地，我们去亚金王国。但吉利听到后却不太理解，因为那里是吉普尔家族的领地。吉恩解释他在执行科隆任务时，听说那里有一群黑魔法师作乱，他们跟武者佣兵勾结迫害百姓。闻言，吉利顿时斗志昂扬。他以前当武者时最喜欢的就是抓坏人，现在已经开始兴奋起来了。但其实不然，这个消息是吉恩在前世所得，那群人只是黑帮泰星的爪牙。吉恩不过是想去参加那里的地下拍卖会，因为那里有他想要的魔法书和戒指。然而现在有一个问题，吉利的手中只有10枚金币，他们无法使用移动关口前往亚金王国。可吉恩却自信表示，只要去到加恩王国就能解决钱的问题。现在的话，我们直接飞过去就行了。听到这话，乌拉凯顿时来了精神，一脸兴奋地询问吉恩：“真的可以这样吗？”吉利担忧如果被家族发现怎么办，吉恩却表示他偶尔也要叛逆一次。接着，乌拉凯从吉利身上跳了下来，暗影之力瞬间在树林中扩散。下一秒，一头庞大的巨龙赫然出现。乌拉凯满脸得意：“你们可要抓紧了，我要不停飞才能在明天抵达加恩王国。”与此同时，剑之庭园内，露娜突然一惊，她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突然出现。当她向窗外望去时，空中赫然翱翔着一头巨龙。她顿时猜到了一个可能，难道是吉恩一成为准先锋就骑着龙飞走了？真是个大胆的家伙呀！露娜无奈一笑，眼里满是宠溺。那就祝我这个不跟姐姐道别就离开的无情弟弟战无不胜吧。第二天，吉恩3人就出现在加恩王国境内，只不过吉利因为晕龙，此时正在一阵狂呕。乌拉凯大喊着埋怨吉恩，都是因为你吉利才会这么难受。接着又立马转头继续照顾着吉利。吉恩十分无语，明明是他想炫耀自己，在空中炫起了杂技，真是一肚子坏水，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黑龙。接着吉恩让乌拉凯在这里老实等他去拿钱。画面一转，加恩王国首都中心，一名金发少年正望着远处发呆，而他正是吉恩曾救下来的山姆伯。山姆伯在吉恩的宴会结束后才得知这个消息，不由得十分沮丧。他一直想再见一次吉恩，报答他的救命之恩，错过了这次机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吉恩。可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他回头望去，刚想开口，却被一只大手迅速堵住了嘴巴，这顿时把山姆伯吓得一哆嗦。吉恩连忙表明身份，让他不要出声。在松开山姆伯后，他惊讶询问吉恩怎么会在这里，可吉恩却反问他曾说过自己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随时可以来找他。闻言，山姆伯给予了肯定，于是吉恩当即表示，现在就是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去拿点金石和钱出来。听到此话，山姆伯顿时呆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他明明是剑术名门天才剑君，却对一个富家少爷敲诈勒索，可男孩却屁颠的求他多拿一点。只因吉恩对他曾有过救命之恩，而吉恩在被赋予准先锋职位后，家族便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所以除了战斗什么都不会的伦凯泽少爷小姐，在离开家族2-3个月内都会过得非常窘迫。但吉恩现如今却出手阔绰，直接带着乌拉凯和吉利享受了一顿山珍海味。吃完后，吉利意犹未尽地打了个饱嗝，他本来也做好了挨饿的准备，但没想到吉恩让他们一开始就不用吃苦。一旁的乌拉凯戏谑表示，他昨天还说吉恩是在敲诈勒索，怎么现在吃得那么开心？吉恩转头看着乌拉凯圆鼓鼓的肚子感到担忧，现在要去移动关口，他要是像上次那样吐了怎么办？可乌拉凯却只向自己露出一个嘚瑟的表情。我的准则就是即使要吐也要先吃饱再说，不过如果你不想看到我吐，直接骑着我去不就好了？但吉恩却告诉乌拉凯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亚金王国是吉普尔家族统治的国家，当今活跃的龙有80%都听命于他们，如果贸然骑着你去就相当于宣战。听到这话，乌拉凯顿时十分生气，那些龙曾经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害怕。说完又突然变成了猫咪，可是现在世道真是变了，连一群乌合之众都能乱飞。吉恩见状不满的让他不要在大街上乱变身。很快他们来到了移动关口，在出示了家族制作的假身份证明后，几人顺利进到了等候室，在一股蓝色魔力笼罩下，下一刻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亚金王国。而吉恩上一次到此是在15年前的前世，他重生前的最后1年便是在这里度过。虽然时隔15年，但是眼前的景致一点都没有变化，随处可见的流浪汉以及神情麻木的行人，这让吉利感觉这座城市阴沉的出奇。明明天气那么好，但吉恩知道这是因为泰星的横行霸道所导致的。随后他们来到一家小旅馆，乌拉凯对此十分嫌弃，他们有这么多钱，完全没必要住在那么简陋的地方。吉利劝说乌拉凯，少爷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吉恩回过头告诉他，在这黑法师横行的地方，一上来就漏才会惹祸上身。可乌拉凯却觉得这都是小问题，看着这种连奥克都不愿意住的地方，牙龈咬得嘎叽作响。接着3人来到旅店老板面前，老板流着哈喇子抬起头打量着他们，这个一看就是个吃软饭的，这个明显是名年轻的菜鸟剑士，这个标致的女人应该是侍女。看完后他嘴角露出一抹坏笑，随即端来3杯橙汁招呼吉恩他们，一边吹捧着自己的小破布，一边把他的特制橙汁递给吉恩他们喝下。乌拉凯黑着脸拿起橙汁细细端详，下一刻勃然大怒，瞪着老板，一把将橙汁砸到他的脸上，紧接着跳到桌子上哭刺给他一脚。本就不爽的心情更是愤怒到了极点，竟敢拿下了毒的东西给本大爷喝，你今天死定了！男人只是嫌弃饮料不好喝，就跳起来把老板暴打了一顿，而他竟是世间唯一的暗影龙王，不知情的无良老板竟然企图给他下药。而老板的身份也并没有那么简单，他是特级情报商人杰特，在上一世吉恩曾欠过他人情，在刚被逐出家族时，吉恩受他帮助才能在此定居，但他接近吉恩的目的并不单纯，在之后以各种方法数次坑骗吉恩，那时候天真的吉恩被坑得只剩下底裤，一想到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吉恩就觉得火大，今生该换他来利用这个混蛋了。被打了半天，杰特才想起来自己也是个5星武者，可刚硬气一点，就又被乌拉凯哭刺一拳打软，顿时哭爹喊娘的连连求饶。在打了一阵后，吉恩让乌拉凯差不多得了，他还有话要问，别把他打死了。闻言，杰特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即答应一定会将功赎罪。吉恩坐下后让他回答几个问题，说谎则死，坦言则生，他将会用主观和第六感来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接着吉恩询问他的职业，我叫杰特，是一名情报商人，同时是这家店的老板，偶尔还做一点人口买卖。闻言，吉恩询问他下药是想把他们卖到哪里去，可还没等他回答，一只大脚丫子就伸到他的手上，在他呆滞的眼神中狠狠踩下，顿时一边惨叫一边回答，是在泰星地下拍卖场，那是叫泰星黑帮运营的地下拍卖场，各种黑货和赃物无所不有。在得到答案后，吉恩告诉他会找人来给他治疗，希望他明白之后要怎么做。接着吉恩便出门去找医生，可刚一出门，吉恩就松了一口气，他明明什么都知道，却还要佯装不知。虽然这样演戏很累，但他并不打算将自己重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很快吉恩便找来医生把杰特治好，而这里也不愧是魔法联邦，大街上随便找的医生都那么厉害，一点都看不出杰特受过伤的样子。这时杰特猜测起吉恩他们的身份，是武者家族继承人还是比曼特特认队，但无论是哪一方，他背叛一定都死得很惨。就在这时，吉恩来到杰特面前，让他带领前往地下拍卖场。很快在杰特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拍卖场入口，刚进门，吉恩就被眼前的富丽堂皇亮瞎眼，这哪里像是黑场所，明明就是个演奏会。这时杰特拿出几个面罩递给几人，并告诉他们，虽然泰星对外的老大叫沙卡，但实际上却另有其人，真正的老大是一个叫蜘蛛手阿鲁的家伙，同时还是一名7星武者。杰特低下头小声告诉吉恩，听说他还跟伦凯德家族的族人有关系，但乌拉凯闻言根本不相信，他们怎么可能跟最底层的无赖有来往，就连吉利也是这么认为的。可只有吉恩知道，确实有一个人，那个对他施展无法提升剑术诅咒的人，那是9星级别的诅咒刃具的迷途。如果家族里有人跟魔法联邦有关系，那一定就是那个人。这是吉恩15年以来第一次得到线索，所以他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一定要确认阿鲁的真